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书画频道开播了，这是咱们心中的一件大喜事。我们大家都是书画爱好者，这书画频道啊本身是一个平台，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了解到书画界的很多信息，同时呢还可以展示我们的作品。尤其是有一些初学者，他们愿意看到啊一些有名的书画家他们的一些作品，供我们学习。还有的同学啊提出了希望，就是说希望我们呢能够开设这个绘画课堂，给大家呢教授一些关于绘画的基本知识。我们这个绘画课堂这个栏目啊，就是应大家的要求来开办的。我呢有幸来做第一个老师吧，跟大家来见面，介绍我在学习创作方面的一些经验，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我今天呢跟大家第一次见面，就想啊就这个写意花鸟画的学习，跟大家先谈一谈。徐湛，中国花鸟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曾师从于李苦禅、郭卫渠和欧阳中石等大师，专攻写意花鸟画。首先呢，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学习写意花鸟画的好处。写意花鸟画啊，咱们先分析一下啊。花鸟画，这个花鸟画本身在中国画里面，山水、人物、花鸟，这算其中的一个大科。它是以这个各种花卉和各种禽鸟作为一个题材来进行表现。大自然呢是特别美好的，大自然里面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花儿啊，绚丽多彩，有多姿多彩的各种的鸟啊。这个都是我们的题材。这个大自然呢，是一个上天赋予我们的一种自然的一种产物。那我们作为人来说呢，喜欢它，就要在从中找到美的东西加以表现。我们所画的就是花儿和鸟，所以这个呢是花鸟画。在花鸟画里面呢，又分成工笔和写意这两种啊处理的不同的方法，这属于技法的范畴。工笔呢，就是勾线比较细致，染呢也是很细很润，啊，它用工整秀丽的这种手法来进行表现。这个写意画呢，咱们就讲讲什么叫写意。写其意，啊，这是简单来解释这两个字。这个意是什么呢？就是花儿有情，鸟有态，啊，它和我们人来说有一种交流，啊，这种交流就是意。就是一种情，有的时候呢，这种交流也可能啊，就是咱们人主观的一种意识。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牡丹花，它在刚刚开的时候，好像是在含笑。我看到它以后，心情有一种愉悦，那你就通过您画，把这种愉悦的心情画出来，这就是物我一种两忘，物我之间的一种交融，啊。如果您通过画花鸟画，把您的情表现出来了，这个花鸟画它本身是有情的，啊，这个写意呢，就是我们用概括的、简练的笔法去表现您的情和您的意，这就是写意画，啊。当然，这个写里面呢，除了概括和提炼以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以书入画。书是指的什么呢？书法，书法的一些线条啊，我们用在画里面去。让这个画呢更生动，啊，更显得有厚重感，是吧？不是刻刻板板的，好像拿那个硬笔去画画啊。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笔情墨韵就更丰富一些，啊。所以呢，这个写意花鸟画啊，这是我们抒情表达心意的一种特别好的一种手段，啊。尤其是老同志，我觉得学习写意花鸟画，在大自然当中去找到您所描写的对象，您把情倾注在这儿，这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啊，这个写意花鸟画啊，本身也是一种学问。山水画都是缩小，您要画泰山，不可能有一张纸像泰山那么大，我跟泰山画的一模一样，大小都一样。这个画画完以后，恐怕没有一个展览馆能够放下。山水画全是缩小，但是花鸟画不一样。啊，花鸟画要求呢
基本上画圆大，啊，把这个镜头对准了它以后，是一种特写镜头，啊，山水画呢是一种远观，啊，所以我们画花鸟画的时候呢，应该考虑到它有多大，啊，小鸡拳头这么大，那您就画拳头这么大，您得看真东西，然后您再画，您就能够学得很快，所以呢，我们学习花鸟画呢，在学习方法里面，啊，首先应该是师造化。什么叫师造化？拜大自然为师，啊，您今天画竹子了，您看看真竹子，您看郑板桥那个画册，那个叶子也是缩得很小，您要是照着那个画不行，也看看真竹子，然后结合起来看郑板桥的画册，您会进步很快，啊，您平时呢再请老师，啊，给您多指点指点。老师起什么作用啊？是把握方向，啊，纠偏的作用。啊，所以我说呢，就是说，师造化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要拜老师，啊，这个拜老师呢，您要考虑他这个是不是专业的，啊，他画的是不是好，啊，这里面很重要。有一些人呢，就是自己画了一些画以后，虽然说几十年了，但是可能他自己存在好多问题，他也不可能啊能够看到学生所存在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啊，也容易误人子弟，啊，所以古人讲呢，就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这意思就是说，我拜一个上就是上等的优秀的老师，我向他学习。如果我学的一时没学到，我可以仅得其中，啊，也不至于说仅得其下，啊，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是这个道理。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是全方位的，啊，我们画写意花鸟画，要造型，要笔墨，啊，造型、笔墨、构图需要学习，啊，色彩需要学习，啊，这得多读书，多看画，啊，这个看画啊，这里面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叫读画，啊，这画得读进去。什么叫读画？这个读画就是等于是读书一样的去读，等于自己给自己上一堂课，啊，这张画的这个构图有什么特点？啊，它构图的气势怎么走的？它的框架结构怎么安排的？也许我现在说这些术语啊，您现在不太明白，啊，等您上完这个课以后，您全明白了，啊，这框架结构怎么回事？啊，它的设色有什么特点？啊，它的风格、它的格调是什么样的，啊，都要读进去。甚至于就是这张画先画哪儿，后画哪儿，您都应该看明白了，啊，这样呢等于啊看一张画就是上一节课，啊，您的收获很大。在读画过程当中，您呢这个做笔记，啊，构图上的笔记做一做。另外局部如果说有一张画鸟画得非常生动，您把它记下来，也许呢这张画您看了以后，哎，这个款儿打动您的心，觉得题得妙，题得好，我将来有用处，可以值得参考。您把款儿记下来，啊，或者是某一张画，它这个题款上几个篆书，啊，写得挺好，您照着它给它描下来，啊，这样呢，您把您的笔记本儿留好，将来随时的翻阅。对您来说，经常复习，慢慢的争取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书画频道播出以后，啊，我要给您讲几十种，花卉和鸟类的画法，啊，您最好是趁热打铁。往往初学者有这种体会，上完课以后有一种激情，有一种啊就是欲望，我非得画好了不可，啊。一放2天，放3天，放1礼拜，您这激情就没了，就放在那儿以后就不肯动笔了。所以最好啊，借机啊，就是趁热打铁，然后马上临摹，马上去学，啊，我觉得是这样啊，你不入迷就没法入门，啊，我们现在有些初学者特别入迷，整天考虑的是这个，看书啊，看电视啊，就盼着咱们书画频道来播这个技法节目，啊，然后天天画好，
啊，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动脑子学了，然后动脑子画了，最后再动脑子总结。必要的时候啊，把您的画挂在墙上，啊，挂上墙上以后看，只要有5张以上的画挂在那儿，您就能看出来通病是什么。啊，有时候往往1张画搁在那儿以后啊，有点小毛病不明显。啊，5张以上一摆，一看，哦，我有个毛病出来了。啊，可能外人看不出来，然后自己的一看，几张一对比就出来了。所以经常总结。啊，对自己呀，别客气。啊，对自己别客气，就是看到什么毛病以后马上改。啊，而且是啊，在给自己定题目、定课题，这种学习方法很见成效。啊，您比如说，有同学说画鸡画不好，我这1个月画鸡，啊，我就钻这个题材，我去到动物园，我到那个农贸市场。我去看鸡，我到这个养鸡场去看鸡，画速写拍片子，到书店找有一些那个画册是人家摄影家给拍下来的鸡的各种各样的形态都有，啊，您就钻在里头，然后再找一些名画家他画的鸡，啊，他用什么方法去表现，这样呢，您在一定的时间专攻一个主题，最后很见成果。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有整时间，那您用在创作上，用在临摹上，啊，有碎时间您用在读书上，比如说诗词、题画诗，或者是看看画册，啊，您晚上泡脚的时间都可以看画册，啊，这样整时间有整时间的用处，零散时间有零散时间的用处，您把这零金碎玉积累起来。集腋成裘啊，您这学问慢慢的长了，知识越来越长了，这样首先得到一个眼高、精彩的东西、精华的东西，多去悟，啊，有时候您听我这课，好比说1遍听完以后有感受，您2遍再听一听，将来我们还要出版光盘，啊，也可能在必要的条件之下要搞函授。啊，把您的作品寄过来，寄过来以后，我们给您批改作业，给您这个定方向，啊，纠偏，啊，将来如果有这个有条件的，还可以报我们中国花鸟画研修院来2年的时间，专门来培养，专门就学这个，啊，我就天天的给您讲课，啊，这样学习，我想呢，值得，啊，下一点这个大的功夫。啊，这个下面呢，我再给您呐，介绍一点啊，就关于这个写意花鸟画方面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知识。我们工具啊离不开笔墨纸砚，啊，先说说这个纸。这个纸叫宣纸，啊，这个宣纸为什么叫宣纸啊？最早出在安徽的宣城，啊，它是特殊的一种制造方法，有棉、有皮、有草等等这些，啊，所以这个宣纸啊，特别适合于画花鸟画，啊，这个宣纸啊有生熟之分，这个生的就是吸水的，熟的不吸水，熟的画工笔还比较合适。啊，我们要是上这个课，所要进行练习，买生宣，而且是啊，买这个单宣。您不要认为越厚越好，这个有的是双层夹，等于把两层粘一起了，厚了；有的还是3层夹，那是有别的用处，咱们先不说。您先买单宣，最好的是净皮，再往净皮再好一点，叫特净皮。啊，买宣纸啊是这样，您在初学阶段别买太高档的，啊，如果将来搞创作，可以买特净皮安徽产的，啊，现在全国各地啊都有一些宣纸，您只要买生宣、买单宣，一般的是棉料单宣，可以做练习，啊，
将来随着您的提高，您再净皮，您再特净皮，啊，这是宣纸。这个毛笔呢，是这种情况啊，大小都要用，啊，它不像说我们搞书法有大笔、中笔、小笔就行了，不是，我们画画啊，各种笔有各种笔的用处。大的画这个大叶子，芭蕉啊、荷花呀，大叶子，啊，中等的画中等叶子，或者是画花啊，画花最好能够，是这种的啊，这个笔锋啊，它是白颜色的，要不然这个颜色挺深的，您调出色来自己都看不清楚，啊，您要是画花头用，最好这个别蘸墨，啊，蘸了墨以后，这个根儿上啊就渍进去了。渍进去以后啊，将来您画花需要干净，它总往外有墨往外渗出，啊，所以多预备几支笔，这样比较好。这个笔呢，还有的是带尖儿的，啊，我们要用笔锋。有一些笔呢是没有尖儿啊，稍微圆一点儿，有的毛比较硬一些，啊，像狼毫的，啊，有的毛呢比较软，像羊毫的。羊毫的它是含水比较好。狼毫是比较挺健，我们初学您最好就买尖宗。尖宗的意思是把它兼顾了啊，又有软毫就是羊毫，又有硬毫，兼顾以后既挺健又含水，啊，这样比较好用。这里面还得说一下啊，每次画完以后，您看我这笔还是比较干净，啊，画完以后一定要洗啊，洗干净，洗完了以后。用手啊攥一攥，或者拿那个卫生纸、废画啊给它攥一攥啊，攥完了以后把这水吸出去，把毛捋好了，别扎实着啊，捋好了，它是您的工具，您要爱护它，它就很好的为您服务，是吧？给弄好了。如果您天天画画，您不要把它插笔筒里头。有些人的笔为什么就裂了？您这笔筒一插，这水往下走，您怎么吸它也还有水啊，往下走，这口就胀了，啊，最好的办法是吊着，这个水往下走，这个笔斗里面不存水，或者是这样啊，我天天画，我不吊着，我把它反过来这么放，我下面呢搁一张废宣纸，啊，不平放，反过来放，啊。这对笔的保护是很有好处的。颜色呀，咱们主要用的就是就是铅袋的啊、麂的这种颜色，这个是比较方便啊。将来如果您搞创作，画得好以后，还有一些高档的中国画颜料，那个慢慢的咱们再讲啊。您就用这个12色的。叫中国画颜料，千万不要买水彩颜料，啊，我们适当的有一些要用这个广告色来补充。具体您用什么颜色啊？您现在先不买，等我给您讲课以后，好比说今天需要柠檬黄，啊，明天需要古蓝，还是需要什么土红，啊，我再跟您说，因为这广告色太多了，几十种，您要是都买来，有些用不上，那就浪费了。而且广告色啊，有的画完画以后要脱表啊，不跑；有的就它这个一表就跑，啊。有一次啊，这个很有意思，我画一牡丹花，画牡丹花的时候，我用广告色那个曙红，啊，还有一种紫红，我去画。画完以后，我挺高兴，我到师傅那儿去裱一下。这师傅裱完以后，就瞧着它潮的时候，啊，就阴开了，这个牡丹花周围啊就红了。这师傅就问我什么色儿啊？我说我用了一下广告色，一看这个广告色不能用。啊，咱们这样说，我在课堂上给您讲，您用什么色儿，这我都试验过了，那绝对不会跑。这个颜色是这样啊，每次用完以后一定要盖好盖儿，轻易不要走后门儿。一走后门，将来这口特别大啊，容易干，啊。您在保存的时候是这样啊，用一个废旧的瓶子带盖儿的，
您把颜色装里头，您再拿一块海绵，弄点水给它攥出去以后，这个海绵是潮的，搁在里面一盖盖儿。您想啊，它能干吗？啊，不会干的，是吧？平时用的时候，如果稍微头上有一点干，拿牙签捅一捅，一用就行了。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啊，完全暴露在外。我这是为讲课，啊，我在家也是画完画以后给它盖好了。我们这个盘子，大家就用这种白盘儿，啊，别用太小的，也不要用那个花格的啊，中间哎呦好多好多小格，没法调色啊。你说这大笔这一调，那小格有什么用啊？那是小朋友画水彩画用的，啊，咱们就是吃饭的盘子啊，很简单的，但是呢，不要花的。啊，笔洗，大家都了解，这叫笔洗。有人说我家有瓶子，不是不可以用，但是呢，有个要求啊，应该是您看这个特点啊，口广，啊，它薄浅，水呢它比较多。我这个毛笔插到画到里面去以后啊，哎，笔杆不湿，或者湿一点儿就行了。您想您那个桶，要想说这个涮笔，整个笔杆全进去，您画着画着这个笔杆上的水往下流，那肯定那个是水太大了，啊，我们涮笔的时候啊，注意方法啊，这都是我的老师李苦禅先生、郭义渠先生他教的啊，就是转着稍微的笔根儿啊，我拿出来，你看啊，这样笔根儿这么涮笔。啊，我就看不惯这种啊，到时候涮笔，这怎么涮呢？弄了一桌子，而且涮不干净，笔根里面有颜色，你就轻轻的。这习惯呢，慢慢养成。还有就是湿怎么办？刮一刮，在笔垫儿，这叫笔垫儿，废纸啊，废宣纸吸水的，吸一吸，养成好习惯啊。哎，这叫文明，这叫文明。啊，这个水，今天画完画了，盘子要刷，这笔洗要洗。有的同学那个笔洗啊，那个里头全是黑的，为什么不好啊？这水是干净的还是脏的呀？看不出来了，那不行啊！我这一看，干净的。啊，有人那水是新换的，它也是黑的。啊，可能我要求的太高了，但是我觉得呀。咱们训练从头开始，严格一点为好。我们画写意画啊，它是吸水的，吸水那个这个纸呢，它就容易透过去。如果您在桌子上画画，透过去以后，然后它就顺着桌子给您往外溢，啊，这张画这造型它就变了。所以呢，还必须预备一个毡子，这个毡子以羊毛的为好。为什么呢？羊毛它不吃水，它拖着。您这纸湿了，湿了就是纸湿了，很少有粘上头的。如果粘一点儿，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棉的就差，棉的吸水。您上头画一牡丹花，拿开以后，毡子上还有牡丹花。啊。毡子脏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您把这个纸稍微一挪，旁边又脏了，啊，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您存在纸上的颜色，如果说，就是说咱们按指数啊，按照100来算，您尽量存在纸上，这样裱出了以后，这个花儿该强烈就强烈。您这个100。您被毡子粘去40，您说您这花能强烈吗？另外呢，就是印章，这个印章啊，大小各种不同的。您这样随着您学习的深入，啊，您先弄明章，然后弄一个压脚章，
逐渐的呢，您的名章有阳文的，有阴文的。压脚章呢有大有小，有不同的内容。这个内容我今天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专门讲一讲压脚章这个内容。还有就是墨汁儿，这种墨汁儿啊，咱们不能用太简易的，太简易的那个墨汁儿啊，时间长了就是有味儿啊，发霉，而且是我们用的时候，您看啊，它因为有沉淀，用的时候养成一个习惯啊，我今天要用了，把这个沉淀逛荡完了以后，摇匀，您再倒出来。最好呢，如果有条件，您在墨盒里头倒上墨，加点水，拿墨研一研。这个墨应该是油烟墨。有人说，那个我家有松烟墨，松烟墨没有油烟墨好。松烟墨是写字用的，松烟墨在墨色层次上差，它也很黑，写字不太讲究这个墨分五色，我们画画用油烟墨，它可以分好多层次，研一研，完了以后画出来的很精彩，这个砚你看要盖盖儿。我今天画完了，今天盖盖儿，不能敞着它，明天接着画可以，画了几天以后呢，我加点水研一研还可以用。如果里面出现了洞，或者是干了，不要凑合，给它头天晚上泡上它。第二天一刷，完了以后咱们再重新再浓墨，在画画上有这一点你凑合它，它就绝对凑合你。在工具方面所要预备的，我跟您呢也做了介绍。以后呢，您每次上完课以后，及时的趁热打铁去进行练习。我们以后每次该用什么颜色都给您认真的去讲，而且上头还有字幕仅供您的参考如果您呢是觉得听了一遍以后呢，哎呀还不行，我还想听，将来您还可以买光盘。这样的话呢，随时随地的就等于我给您讲课，随时咱们都可以见面最后我说就是学习写意花鸟画，这是一门学问，不光是一个技法问题。如果光看这是一个方面这技法不会也不行您把它看成综合的学问，这里面有技法，技法里面有怎么调色，怎么运笔，怎么造型，怎么安排构图到构图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了这里面我希望您从思路上去听课，我希望您平时在多读书，多读画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这个写意花鸟上。这样的话呢，肯定会有提高您肯定会有进步。将来我希望能够在展览会上或者在出版的画册里面看到您的作品这是我的心意，也是我们书画频道全体同志的对您的一番心意希望看到您的进步。今后我们还要一集一集的给您讲课，其他的一些知识我们在每一节里面都会慢慢的跟您讲今天的课我们先上到这儿，同学们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第一次给大家讲讲技法。徐湛，中国花鸟画研修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曾师从于李苦禅、郭卫渠和欧阳中石等大师，专攻写意花鸟画。今年呢是农历乙酉之年，大家都知道，今年是鸡年。在中国汉语里面呢，鸡和吉是相谐的，所以也管今年呢叫大吉之年
都希望大家呀大吉大利啊。我今天呢这第一课就先给大家讲讲小鸡的画法。我们所用的工具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有3支毛笔就够了。这一支呢，大白云或者是大蓝竹，另外呢一支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是狼毫的，也可以用点眉或者是液金。再有一支呢也是稍微小一点的，这3支毛笔就够了。我们先把它放这儿以后啊，要想画任何一样东西，首先对它要有一个认识。小鸡大家都知道，毛茸茸的啊，这个大小呢就像拳头这么大吧，啊，我们先把它呀分成几个部分，大家认识一下。现在看看这张图，这是小鸡的结构。小鸡呀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头部，另外一个是躯干，第3部分呢就是腿儿。在头部里面呢，大家看到啊，它的脑门有鸡冠子，脑门往下，在前面它是有嘴，有眼睛。大家在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鸡冠子，它是没有长很大啊，它有一个痕迹，它是在脑门上，绝不是头顶上，更不是枕部，也就是后脑勺。嘴要靠下一点，不要画在正中间。啊，眼睛呢离嘴稍微近一点，这是第一个部分啊，是头部。躯干部它就像一个鸡蛋似的这种形，上面是它的背部，背部两侧呢是2个翅膀。小鸡的翅膀，它这个羽毛啊长得就是一个小头，所以我们啊左右各画3笔这个翅膀，拿浓墨画也就可以了。然后下面是它的胸，这是它的胸腹，后面呢是它的臀。这是躯干部，分这么几个部分。它的大腿儿要往后画啊，往后画，往后去。小腿儿往前来。大腿儿呢，它颜色和躯干的颜色是统一的，是和谐的。小腿儿的颜色是重一些，我们拿浓墨去画它。它的指呢，一共是4指，3指朝前，1指朝后。啊，这是它总体的一个结构。我们认识到它以后呢，我们下面就教大家怎么样拿毛笔在纸上去画。我先用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大白云蘸水以后，用这个小笔蘸上浓墨，搁在边上。我拿这个大白云去逐渐的去调它，然后尖儿上再蘸一点浓的。注意在画小鸡的时候啊，水分要大，啊，水分一大呢，它就有毛茸茸的感觉。但是水分大了以后，容易阴得很厉害，它这个形儿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在画小鸡的时候呢，在左手一定要拿一个废宣纸，它也是吸水的，啊。现在我呀是这样啊，现在我一笔点头，然后2、3、4、5，画完以后看看它阴的情况，然后及时的给它吸一下。这一笔点头的时候呢，咱们要求的是，脑门要发圆，绝对不能说点出一个尖儿来。因此我在画的时候呢，注意了一下啊，就是藏锋，这样画出来以后，它有脑门啊，不要像戴一个鸭舌帽似的，上头带个尖儿就不好了，啊。这个翅膀这2笔实际上是一个大8字儿，您看啊，先点近处的，再点远处的，是个8字儿，然后呢，臀部是个小8字儿，又往前去，中间这个空白不要太大，再稍微有点变化，让它浅一点。我画远处的，1笔
2笔、3笔、4笔、5笔，这是第一步要点这几笔。这几笔呢，它在墨色上来说是和谐的，是统一的。下面呢，我就调淡墨，也就是在墨里面加点水，我从这个鸡的头的下面往后画1笔，从臀部往回画又1笔。中间呢不要留很多的空白，因为它的墨色来说啊是浓淡已经都有了。顺手往后画2笔，这是2个大腿儿。我刚才讲了，就是大腿儿和身子这个胸腹的墨色是统一的，是和谐的，所以就顺手这么去画就行了。啊，下面我再把这个画了，1笔画下去，这笔要压下去啊，2笔、3笔、4笔，咱们再接着画1笔、2笔、3笔。在这个动态，那个远处的大腿看不见了，看不见以后呢，他自己身子挡住了，我们就可以不画了，啊，这个动态呢，它是这样，搁在这儿以后，它在后头啊，好多地方都被前面的鸡挡住了，我们也可以呀，让它挡住以后就没有了，就画到后头去，然后再画这个，还是从下巴这儿开始画，往后画，然后第2笔转回来，大腿也是往后去，这个方向。这是啊画鸡第2步。刚才说第1步是那个中等墨色，现在第2步呢是淡墨，是这样画。好，我们把它放下。放下以后呢，用刚才那个小笔，已经蘸过浓墨了，我们画它的小腿儿以及点它的五官。小腿是这样的啊，小腿往前去，注意它的重心啊，从这儿开始往前去，然后它有4指，3指在前，1指在后。这3指呢，中间的指最长，2侧的短，往后的最短，然后再画远处的，3指在前，1指在后。注意它近处的要低，远处要高，这是符合中国画的这种透视啊。你不能说近处的高了，远处的低了，这个它就画站在地上，它就不合适了，不舒服了。下面呢，我们再点它的嘴，顺手点眼啊，小翅膀这边3笔，这边3笔。我们再接着画，这个腿儿往前去。您看画这个4指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先画中指，它决定了方向，然后2侧的指呢是随着它走。小翅膀，它的嘴，这可以张开。这张开呢，就是下嘴片啊，给它一个很细的一笔就行了啊。腿也可以抬起来，这个腿呢落地，那边的小腿看不见了，只露下这个小爪尖儿。这个嘴、眼、小翅膀啊，爪子看不见了，看不见也就可以不画了。这样呢，我画了几只鸡，是吧？在画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有疏有密，然后呢，它有呼应，啊，像这2个靠得比较近，啊，这2个是属于呼应的，整个一组和前面的小鸡也是形成一种呼应的，好像是在对话。所以您画的过程当中呢，您就可以编故事，啊，这小鸡干嘛呢？咱们不是画的一个个就像小鸡是个标本，是吧？没有感情的，是吧？现在要有故事，啊，最后我们
用一个颜色是比较浓的朱砂，这个颜色啊，搁在这儿。我们在用这个颜色的时候啊，特别厚啊，特别浓，点在这儿。这是小鸡冠子。小鸡的小鸡冠子呀，没有成年那个大鸡呀那么红，啊，给它点上，压在这个沫上。如果说太薄了呢，它就盖不住了，是吧？小鸡呀，在这个沫团当中就显得这一个颜色很鲜艳，是吧？这是中国画所讲究的美，啊，这个小鸡呀，虽然说很小，但是您看啊，在这里面墨色有黑白灰的对比，啊，所以黑白灰，那就是说最浓的是它的爪子，是它的嘴，是它眼睛，是那个小翅膀那个小羽毛最浓的。中等墨色呢是它的头、背部还有臀，最淡的墨是胸、腹、大腿儿。所以这样呢，它从墨色来说，它是丰富的，啊，尤其是这个头，我们在画的时候有中等墨色，尖上再蘸点浓墨，所以它在脑门这个地方，它是有变化的。脑门深，往头顶往后它比较浅，所以呢，这个我们画的小鸡虽然小，但是墨色变化是丰富的，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小鸡的基本画法，但是同学们呢，在掌握它的时候啊，是这样分成2步走。第一步呢，就是先了解基本画法；第2步呢，我们再掌握它的动态的变化规律。这样的话呢，您把这个基本画法灵活运用，掌握了动态变化规律以后，您就能够画出很多很多不同形态的小鸡。我们在讲这个动态规律的时候呢，有这么2个方面，一个叫一头多身法，一个叫一身多头法。这2个是怎么回事呢？您看这个图是一个头，固定不变的一个头，以脖颈为轴，您可以往4面8方去画很多种不同的动态。这个呢，一个身子，它这个头您可以画平视的，可以仰头，可以回头，也可以低着看，啊，这样的话您掌握这个规律以后，那变化就多了。下面咱们做一个示范。我现在把一头多身呢给您画画，您看看啊，再复习一下。咱们先调中等墨色，尖上调点浓的啊。画的时候，左手拿一个废宣纸，啊，我这样啊，您看我画了一个头，我再画一个头，我再画一个头，我蘸点浓墨，我再画一个头。您看这个头是一样的，啊，一个方向。那我在添身子的时候呢，让它有不同的变化。您就了解了啊！我这个身子8字啊，我往这边添，先画近后画远，然后再添这个臀，啊，画完以后粘一粘啊。这个啊，我往这边画，啊，画的比较正。好，我再控制一下水分。我这个呢，往这边画。看着它这个水啊不太阴，咱们就不一定沾它了，啊。这个稍微平点吧。你看，以脖颈为轴，各种不同的方向去添它的身子。我下面把这个淡墨调一下，从它这儿开始啊，往后画1笔、2笔、3笔、4笔。1笔、2笔、
3笔，远处的小腿看不见了。我现在把它偏出来，小翅膀是往回来，行了，这个小鸡完成了，这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啊，一头多身法，以脖颈为轴去进行变化。那下面呢，我就再给大家画一画大八字儿、小八字儿。我把这个大八字儿、小八字儿画成一样吧。好，这叫一身，这个躯干是一样的啊。这个头的画法不同了，我往前看，控制水分，我让它抬头，控制水分，我让它回头，甚至于咱们再填填啊，再来一个大八字儿、小八字儿，我让它低头，控制一下水分，调淡墨，趁湿画，让它稍微的有点阴。这是低头了啊。它有各种不同的动态，表现各种不同的这种情节吧，这是情节的一种需要。所以您看啊，一个身子头变化，它以这个脖颈为轴，360度的去变，这样的话呢，动态不同了啊。您了解了这个了啊，一头多身，了解了一身多头，那您把头再变变啊，这个头也可能是抬头的，您把身子360度的变，这不是又变化了吗？不一定非得平的呀。您把头反着画，然后身子360度的去夹，这不也行吗？这个身子也是，这个身子您把它反过来成倒八字儿，然后呢，您这头各种变化，您看这样一理解呀，它就是那这就是动态变化太多太多了。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您是无论怎么变，一定要掌握一个重心。什么叫重心呢？您自己体会一下，您站在那儿，如果两脚开立，您的重心一定要落在两脚上。您如果说想把一条腿抬起来，那您那个脚着地的时候，一定是跟身子是垂直的关系。那小鸡也是这样，我现在给您您看一看啊，我这儿有一个毛笔，这个毛笔啊就算一个重心线吧，我搁在这儿以后，这是两脚开立的，它的重心落在两脚之间，这个小鸡和这个小鸡，它是重心落在一个脚上，凡是重心落在一个脚上能托起来了，那个腿儿就可以抬起来。这里面呢，就是我要指出来我们初学者有的时候犯一种毛病，开始的几笔都挺好，这5笔都对都对，控制一下，这一步也对，但是呢腿儿画错了。有的人说这个腿儿是从这儿这么画，这么画，您看看。我添上小腿儿以后，添上小腿儿怎么样？这小鸡要坐屁股墩儿了。画小鸡的时候好多同学就体会到，说小鸡其他部分都好画，就是腿儿难画。为什么腿儿难画？就是重心不好掌握。如果把小鸡画好以后，您还可以以此引申一下，
引申什么呢？比如说今天我再给您介绍一种啊，就是小燕子。您看看怎么画。刚才是用这支毛笔画的小鸡，我现在同样还是用这支毛笔，我先调中等墨色，然后尖上调点浓墨。您看啊，我这个一笔点下来，好，控制一下水分。您一看，哟，这是小鸡的头，没错。身子啊，刚才不是两笔吗？我现在还是两笔，一笔，两笔。这个虽然是两笔，但是呢有点不同了，啊，这是它的背部。小燕子啊，可是比小鸡要本事大了，它能飞起来了。啊，画它的翅膀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开始中等墨色，尖上来点浓的。我在第一讲的时候跟您介绍了侧锋，侧锋啊，咱们从它这个肩膀这开始，一笔，那边一笔，然后这笔不就扁了吗？扁了以后有一个棱儿，不要再去调墨，在前面这个边缘上顺着啊，一笔，一笔，然后它的尾巴，它是个剪刀尾，这剪刀尾呢就是分成两叉，啊，这两叉啊，我们在画它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并，有的时候要分开。什么时候并着，什么时候分开？您要看翅膀。如果翅膀是分开的，形成这么一个角度，您的这个画尾巴的时候还这样，就是一种重复。所以呢，我们在画它的时候啊，看翅膀张开了，尾巴要并着。然后咱们稍微调点淡墨，干一点啊。它的身子是白的，跟画小鸡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是勾线。干一点啊，勾线，一直勾到这儿。实际上在造型上来说，和画小鸡是完全一样的，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外形上有些变化。那好了，我们再看看啊，复习一下。一笔点头，然后两笔画它的背部。这两个小燕儿啊挨得很近，这是密。那这个翅膀呢，您在画的时候适当的躲一躲，刚才那个张开了，现在收一收。这边可以张开一点，那边没有鸟啊，所以它不会碰在一起啊。现在用棱儿去顺着这个边儿画出来，这边顺着它画一下，啊，用棱儿去画它的尾。然后可以稍微的吸一吸水以后，这么画，啊，这是呢第二个小燕出来了。实际上，大家啊已经都了解了，这两个小燕在方向上是不一样的，是吧？如果完全一样，这就不好了，在画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了，啊，那咱们再画画，还是先调中等墨色。尖上蘸点浓的，我在这儿画一只啊，一笔点头，两笔画背，稍微控制一下水分。翅膀从肩膀这儿开始，我这么画，我这个这么画，然后翅膀尖儿，翅膀尖儿，它在飞起来的时候啊，要张开，它还得并拢。这个动态是并拢的一刹那。刚才我说了，添尾巴的时候啊是这样的啊，前面并拢了，您后面再并拢，这又是一种重复。这样呢，我就从这儿开始啊，哎，剪刀尾打开，这就是一种变化。然后我再把这个身子添一下，行了，这是一种啊，前面收拢，后面张开。前面张开，后面收拢。好，我再画一只，等于在这个步骤上，咱们反复的重复，这样同学们可以加深印象啊。刚才说了要呼应，好，我把这头啊，我这么画，然后身子我可以往这边来，
笔尖上补充一点浓墨，看看啊，侧锋这儿，你看我这笔怎么用啊？侧锋有棱了，一笔，然后这点还得拢，只要前面张开，后面就拢着。把嘴添上，眼睛添上，您一看呐，跟画小鸡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就是这样，它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但是呢，在外形上它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呢，就是各种题材呀，它有它的共性，也有它的特殊性，是吧？凡是共性的地方，咱们不去强调它；特殊性的地方一强调，它这个所画的就不一样了。可以是这样的。画爪子的时候，不要犹豫啊，要健笔，这样爪子才有劲儿啊。这个爪子是从后面可以看到。啊，您看我画了这几只，画这几只呢，疏密有变化，然后呢，就是在动态上又有变化。刚才画小鸡呀，是鸡冠子是一点红，小燕子呢，它有个腮红，腮红就在脖子下面。您用一支干净的毛笔，然后呢，调一点朱标或者是朱砂，在这个小燕子啊，这个墨色干了以后，用淡淡的朱标或者是朱砂，在它的脖子这儿点一下，果断一点啊，哎，点一下。好，您看这个深浅不同的墨色当中，就有一点红，而且这点红呢很润，啊，这小燕子呢是很美的，啊，今天呢，我这还有几幅范画，大家看一下。这张画呢，是以小燕子为主，后面的紫藤花呢画的隐隐约约是虚的，这样呢就是好像是在一个花的海洋里面，啊，这个春意盎然呐。小燕子在自由自在的在飞，啊，小燕子呢是墨的，然后背景呢是淡淡的颜色，这样呢小燕子很突出。这张画呢，就是很美，这是春天的一种景象，啊。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了小鸡和小燕子的画法，两种方法呢，就是两种画法呀，它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在运笔上，在墨色变化上有很多共通之处，在具体造型上又有它的不同之处。希望同学们呢，回去以后要好好的练习一下，希望大家能够有新的进步。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儿，同学们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课呀，我给大家讲一下连翘的画法。徐湛，中国花鸟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曾师从于李苦禅、郭卫渠和欧阳中石等大师，专攻写意花鸟画。连翘啊是早春的花儿，在早春4月的时候呢，它比其他的花儿开得要早一些。连翘花啊，它的颜色是鲜黄的，大家看到了以后呢，有一种就是新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大家呢还都是比较喜欢连翘。连翘花呢，它和迎春花是先后开的。迎春花啊，是6瓣，开的时候呢有叶儿。连翘花呢，花大4瓣，开的时候呢先不长叶儿，然后这个花儿接近于败的时候呢，叶儿再逐渐的长出来，啊，从这个迎春花和连翘花这个大小来比较起来，一个是连翘花花儿大，还有枝条比较长，所以常常被画家引到这个创作当中来。今天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连翘花这个枝干怎么画。
我们用一支毛笔是中等大小，开始呢，先调比较淡的墨，调好了以后，水分不要太大，因为它这个稍微粗一点的枝干呢，要求是淡而干。嫩枝呢，应该是墨色稍微重一点。我在画它的时候啊，笔尖上再调点浓墨，这个时候要用侧锋。侧锋，然后呢，中间也有一些粘管。您看啊，我从哪儿下笔呢？我不能从这个纸的正中间下笔，啊，我可以从上，可以从下，从这儿是一种忌讳。好了，我往上一点啊，侧锋用笔，下面有些粘管动作，然后可以有些空，啊，我再走。这是一支，一支画好以后呢，我再逐渐的加它的墨色。点这些点儿啊，是为了感觉出它的枝干是粗糙的，不是特别光滑滑的。注意到它的疏密。如果说我们再添的话，可以往后去添它。这是它的枝干，枝干呢就是有粗有细，然后墨色变化上呢，每一笔都应该追求一些变化。是吧？最开始我讲啊，就是不要让它死墨，那就是说这个笔尖、笔肚、笔头完全一样的，那样画出来的呢就不生动。总体的变化，那就是说，比较粗的枝干是颜色浅一些，越到细枝条应该颜色墨色应该是稍微深一点。把这个大的势咱们画好了以后，下面呢就要开始点花了。点花啊，我们用一支中等大小的一个蓝竹笔或者是大白云笔。我先说一下颜色，我今天用的是广告色柠檬黄，您也可以用藤黄，然后再用一点土黄。土黄不要用太多。先拿这个蓝竹笔或者是白云笔调黄颜色，在尖上啊调一点土黄，别调太多。刚才说了，花是4瓣，我们画它的时候啊，1、2、3、4瓣啊，这是根据这个花的这个结构来画了，这是有代表性的。再往下画就不要这个都平摆着了，要注意它有前后的不同变化。从最密处开始啊。也许是4，也许呢就是看不出4了。开始按照它的规律去点，后面再点就可以呀。有句话叫乱点花。如果说都很规矩，那这张画就太死板了。4啊，1、2、3、4，然后这样引出去，引出去。这是有代表性的4瓣啊，然后错落啊，可以往上，它在后面，那就要让开这个枝干。这是写意手法，在有些地方您说是花骨朵也行，啊，点一些点儿，如果不点，他就觉得呀好像这空；如果点的太实，具体的花上去以后，也可能呢觉得太多余了，所以呢就是。该虚地方就虚，写意啊，意到笔不到。往往初学者呀忽略这一点，所以这花画的显得太单。啊，您画的
就是说有几个有代表性的是实的，是突出的，其他是虚的，这样最好。这个呢是第一步。第一步注意啊，有密有疏有漏枝，不能说这个花很这个繁茂，最后把枝干全盖住了，全是花了，这个没有骨头架子，这张画绝对没有一个气势啊。所以大家在点的时候注意到它这些变化啊。我在刚才点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柠檬黄或者是弹黄为主，尖上加了一点土黄，是寻求变化。您看我这张画，它呢上面就是说深浅稍微有点变化，啊，这样就显得丰富。但是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黄颜色的花在白纸上画反差不大，它这明度比较接近，所以这黄花呢它总是不突出。我们为了达到它的突出，所以下一步大家看啊，我用另外一支毛笔，我调淡墨，我要把花儿衬一下，一定要是淡墨，如果浓了就不对了啊。淡墨，大家注意啊，这个过程不叫勾，勾从这个概念上来说应该见笔叫勾，现在呢不见笔，只见色，这个色呢是淡墨，这样呢把它的两侧给它挤一下，把花瓣两侧挤一下，中间该这个让的让出来，大家注意画的时候啊，别拿小笔，一定要用大笔画小画，这样画出来以后啊才大气。如果您不用这个笔，用一个液晶去画它，一个很小的、一个很窄的淡墨，这个达不到这个目的。这也是写意式的啊，不要太拘泥它的细节，只要起到衬托作用就可以了。好，基本上是都给它衬了。衬完了以后啊，我们换另外一支笔，再来点赭石。现在这个墨和颜色之间，它这个变化不是很丰富。我们用赭石去点一下它的花题，这样呢，把它长在枝干上。您看，在这个颜色上来说呢，变化就丰富了啊，而且有一些深的东西在里头了。长上了，而且啊，我们在画的时候有一些点儿上的，也可以用它再补充一下，枝干显得粗糙。你看这样呢，它就长得结实了。下面呢，我们盘子里面有黄颜色，我再加一点花青。调成很淡的草绿，有的时候花青色呀，因为太鲜艳了，所以也可以稍微加一点墨，去它的火气。用这个非常淡的草绿啊，在花儿比较多的地方给它点一点，这个空隙之处点一点啊。在枝干的地方，刚才讲了，是这种花啊，开花的时候没有叶儿，它的叶儿呢只是一个小芽儿。现在我们点的可以说是写意手法，您说是小芽儿就是芽儿，因为在这张画上，从颜色上来说，它是缺点冷色，
有了冷色以后，有了这个草绿，春天这种感觉就出来了。这张画啊，从气势上来说，是由这儿近往下走，这儿花儿很多，然后再挑起来，这个气整个形成这么一个回环，这点是一个大舞台。这个舞台，那就是我们把已经学过的内容可以添进去。这张画缺墨，那怎么办呢？那好了，我们刚学过燕子，是春天的啊。好，我现在画一下，用大蓝竹调中等墨色，现在等于咱们又复习了一下啊，调中等墨色，然后笔尖上调点浓的。画的时候您还记得，左手要拿一个废宣纸。好，我看好了啊，在这儿一笔点头，两笔画它的背，控制一下水分。把这个笔尖上再补充点浓的，侧锋一笔果断啊，这儿两笔出飞白，好，果断，这儿延长一点，然后它的剪刀尾，我在第一讲的时候说过，就是墨色要分浓淡。但是还有一点要干湿，光分浓淡还不行。我这里面呢有飞白啊，这样呢就感觉到很丰富了。这是一个，我先把这形啊先定下来啊，然后咱们采取流水作业法再画第二个。它这个头在这儿呢，第二个如果还平着画就不好了。这样呢，我们可以稍微的高一点，高一点在这儿，这头的方向呢也是要有点变化。刚才是平，现在偏低点儿，行了，身子往上去，然后尖上补充点浓墨。一看这个燕子啊，翅膀在这儿呢，咱们别打架啊。刚才张的比较大一点，现在呢收一点，好，没打架。你看这不是行了吗？这个刚才这个角度，那这边啊打开一点。不一定都很对称，往上走，然后用它的棱去画它。两个小样出来了，两个小样呢在动态上、在方向上是略有变化，把它呀稍微的洗一下，用淡墨，在笔垫上稍微吸一吸，淡而干，把这个勾一下啊，可以不用一笔勾。圆弧的线里面略有直线在里头，效果显得好。如果说勾一个大弯儿出来，太软了。画到这儿以后，我们用画小鸡那个小笔调浓墨，画嘴、画爪子都用这个啊。小嘴在下面这儿，眼睛挨着这个嘴。挨得近一点，点出来，然后它的爪子是收的啊，别离太远。那个不画了啊，俩不能完全一样，自己给自己挡住了，自己挡住了。这张画啊，一会儿那个腮红咱们干一干以后再点。现在看一下这张画，这张画啊就是黄颜色和墨，这儿也有点墨，但是我总感觉啊稍微有点焦渴，就好像这人呐，这个说话以后呢，这个嗓子干了要喝点水，为什么呢？因为黄颜色太多了，这样我可以用花青色，花青也可以稍微加点墨啊。不要很深很浓，稍微淡一点。需要补充一个色调，这个色调呢，我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
一种东西啊。这是竹子，应该寻求这种啊，就是用笔的率意，是吧？不必太刻板了，因为它毕竟是补景。刚才说了，这是需要的一种颜色，啊，有了这个花青色，有了冷调子以后，这张画啊，就感觉到呢，就感觉舒服。现在呢是调是朱砂或者是朱标。塞这点，点一笔，好了，这张画最暖的在小燕身上，它是主题，而且小燕周围是空白，所以它最显得突出。啊，最浓的墨也在它身上。啊，其他这些景呢，虽然说是先画的，虽然说是它占的面积比较大，但是景毕竟是景，啊，主题还是主题。这张画呢，等干了以后，要在这点提上字，盖上章，最后就完成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种啊，这个花儿用反衬的方法去画。现在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花儿可以用双钩的方法去画它。前面的一些步骤完全一样。我现在呢考虑，这个花儿是从这边下来了啊，从这边出，好，枝条比较长，变化比较多。用藤黄或者是柠檬黄，尖上呢可以少蘸一点土黄来点花儿。刚才讲过了，这花儿啊是4瓣，4啊，1、2、3、4，点着点着就可以放开了。这是4瓣，然后放开，在密处别画得太规矩，画太规矩了以后啊，显得花儿太少。你看我现在就不讲究说多少瓣了啊，但是要考虑的是疏密的变化。这颜色比较厚，如果你感到说哪儿这个枝干画的不太理想，也可以拿花儿去盖它。重点突出在下面这儿啊，这些呢零零散散的，也不能画得太光。我现在把这个整体的一个气势已经画出来了，啊，现在呢就是这个花儿，刚才是点的，我为了突出它这个花儿，刚才说了它和白纸之间要有一定的反差，我用土黄，再加一点儿赭石。我现在呢需要把这花勾一下，这个花啊它是比较方的。4瓣，您在勾的时候要注意啊，有出有入。在这里面要说一下，绝对不是描。这是勾的时候呢，是第2次的创作，等于不受前面点花的影响，是参考它。基本上是勾在那个位置上。这样啊，就放开了。写意画啊，还是放开了，这样生动。这2个颜色是接近的，又是不一样的。这样把这个花勾出来了。勾完了以后，
用赭石画地，比刚才勾这个花的这个外轮廓的时候啊，颜色要重。这样画出来以后，它就长在枝干上了。我们还缺点冷调子，调淡草绿，把花儿比较茂密的地方给它衬一下。要点啊，可不是染。点也代表了花儿它里面这个叶子的叶芽儿，给它拖一下，把花儿拖一下。这个枝干也可以走一下，生机盎然，好像叶儿也要马上要长出来了，有这种气氛。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啊，教大家画小鸡了，是吧？现在呢，我们做一下复习。为什么这张画要添小鸡呢？因为这张画缺墨，啊，我们把这个墨就用在小鸡这个形象上。好，画小鸡的时候，左手要拿一个笔垫儿。临画的时候呢，蘸点浓墨啊，一笔点头，然后大八字儿、小八字儿，控制一下水分。如果说这个宣纸啊是夹宣或者是3层宣特别厚，画小鸡的效果就不好，啊，它印不出来。2个平了，我为了打破它的平，再添一个，然后及时控制一下，这是比较密的啊。我现在呀再添一个远处跑过来的，这都是头朝左，稍微顺一点。有同学啊在画的时候啊，就爱画这个方向，那还不行。您看我这个啊，这个，哎，反着画，这头反着。好，调点水，变成淡墨。根据它这个角度不同，这个大腿啊，有的看到了2个，有的就是1个。然后用那小笔，这小笔啊可不是叶金啊，比叶金稍大，可以用点眉或者是山水画笔画大腿儿、指，先画近处的，再画远处的。用最小的这个毛笔啊，调点浓的朱砂，在脑门儿。初学的容易给点成在脑顶上，那就错了啊，靠前。这张画啊，鸡冠子最突出，最突出，然后墨色突出。实际上这个景呢，它就是配景了，啊，它是次要部分了。这样呢，我看看啊，在这个地方还有点空，可以用淡墨。注意不要太浓了，太浓以后和小鸡又形成一种互相之间的争夺。顺势而下啊。竹子的画法以后再向大家做介绍。这样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它这个花呢也就不显得太过于单调了，啊，
这张画这个花青用在什么地方呢？等干了以后，在地上点一些青草的这个芽儿。这张画呢，这个地方比较空，这是我们留下来要提款的位置。春消息，小鸡看到了连翘花开了啊，感觉到春天已经来了。然后这点盖一个名章，这点盖一压脚章，最后小鸡的腿干了以后，再点一点花青，这张画呢就完成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张创作参考。这个创作参考呢，画的就是小鸡和连翘。这个连翘呢，这张画上用的呢就是勾的这种办法，啊，有的人呢是喜欢是先勾后点。我这个方法呢是先点后勾，先点后勾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先抓住大的气势，然后你再勾，是吧？我觉得这种方法呀是比较容易掌握整体，啊，可以供同学们参考。今天的课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同学们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这一课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麻雀的画法。徐湛，中国花鸟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曾师从于李苦禅、郭卫渠和欧阳中石等大师，专攻写意花鸟画。我们在前几讲啊，已经教大家画小鸡和燕子，同学们练习的呢还是挺好，挺有进步的。可是，一提起来画鸟啊，有些同学就说了：“说老师，这个花卉好像是好画，鸟呢特别难。”我说：“为什么花卉好画呢？”他说呀：“花卉是死的，鸟是活的。”我说：“我可不同意这种看法。你说花卉是死的，那这个花卉应该是有表情啊，它有的是微笑，有的是笑得很开心。”它的姿态呢，有的就像跳舞，所以呢，您把这个花卉的精神要抓住，这样呢，在画里面它才能够生动、自然和观众啊达到一种交流。所以呢，咱们首先就是不能把花卉理解成是一个死的。你要是理解成死的呢，你画出来的死死板板，有些人的画啊就是这样，就是特别像标本。所以我不同意您所说的啊，就是花是死的。另外呢，鸟是活的，这个理解是对的。鸟有它的情啊，它鸟有的时候呢是自己在那儿啊叫，有的呢是两只鸟啊，可能是在讲故事或者是谈情说爱，是吧？很生动，很活泼。有的比翼双飞，有的一群鸟啊是鱼贯而入的，是吧？一下飞过去，是吧？所以呢，这些花和鸟它是有情的东西。但是如果说鸟难画，我觉得是这样啊，您还是没有找到门路。什么叫门路呢？就是规律。今天呢，我就想通过这一课，给大家讲一讲麻雀的基本画法和它的动态规律。好，我们今天呢画画，所需要的笔呢，主要是这3支，一个是大蓝竹。
一个是大白云，另外一个稍微小一点的，但是是狼毫的，可以是山水画笔或者是点眉，比那个叶金呢要稍微大一点。我们今天所用的颜色很简单，主要是一个赭石色以及平时用的墨汁儿。现在我呀边讲边画，同学们看一看。在盘子里面呢挤上赭石，挤得稍微多一点，然后把笔润湿、调墨和赭石调在一起，稍微加一点水，不要太过于干了。这个颜色的比例呀，要看实际上盘子的感觉。如果说赭石不够，墨调多了，还可以再补充。总的原则就是啊，不要把它画得太黑了，那就是墨多了；也不要画得呀太红了，赭石多。我们在讲小鸡的时候啊，给您说了一下，就是一笔把头点出来。这一笔啊，我们画的时候，大家看啊，藏一下锋。有些初学者我看到了啊，他就勾个边儿，然后里面一填色儿，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啊。非常死板，啊，这是一点。那我们呢，按照燕子的画法，要再找到它的三线。这三线，首先的，我们找到它的身子中间这条线啊，这三线里面中间的一条，身子是它的背部。然后呢，我们再找它的双翅，这双翅是这样的，跟画燕子有点接近了啊。哎，往这边啊，稍微擦一擦，往这边稍微擦一擦。您看我在用笔的时候啊。是前实后虚，然后这三线呢要前面要并在一起，后面是分开的。如果前面不并在一起，它这个背部显得太碎了，啊，您记住前实后虚，这样张开。我呢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一点三线啊，我下面画一个，就是头可以略高一点了。第一个是平的，现在头高了。然后我再定一下身子的方向。这个翅膀呢可以往下去，前实后虚。这个翅膀呢往上去，这有飞白出现。我再画一个，这是头啊有点偏往左下，身子还是往上去。然后翅膀呢，可以往下。那个翅膀啊，在肚子的后面，那就一会儿再画了，啊，这个翅膀啊，让它掀起来，中间的在这儿，这个翅膀在这儿，啊，这也是一点三线啊，只不过呢，就是这个翅膀它翻起来了。现在我画了这么几只麻雀啊，下面呢我就调点墨。记住不要把这个笔啊都涮干净了，这样让它呀里面还是有赭石，这是它一个共同的一个颜色，这样它才能够成一个色调，啊，画这个麻雀的翅膀的时候啊，就注意，就是翅膀呢它不能够像笼子那齿儿似的，笼子齿儿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它是为梳头用的，但是麻雀的翅膀呢，它是扁片比较宽一点的羽毛啊。宽一点呢，它好这个煽动空气，所以我们在画它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就是从外向里画啊，一笔、两笔、三笔、四笔，就这么排列下来啊。后面尾巴是这样的，有的同学可能还没有看清楚，我再画，您再看啊，从这儿开始啊，然后第一个不是最长的。然后这又有一个弧度，您再看啊，第一笔不是最长，第二笔长，然后逐渐短，这儿呢又有一个弧度，所以它不是说一条线下来的，不是一个弧度，而是两个弧度。
画飞翔的两个翅膀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在近处，有一个呢是在远处，所以呢要近大远小。如果说两个翅膀都一边大的话，它就翻过来了，就平着了。现在是有近有远，所以呢近处的大一点。这个啊，你是先从近处画起没关系，从远处画起也没关系，但是呢要了解它这种透视规律。趁着麻雀身上这个赭墨颜色还没有干的时候，点几个点儿。这个点儿啊不要太多啊。原来我在教这个老年同志画麻雀的时候，有人说我认真极了，拿那个小的液晶笔，他就往这个翅膀和背部啊点了非常多的小点儿。后来我一看，您这是芝麻烧饼，点儿太小了啊，应该有代表性的。点几个就行了啊，说的大小啊，也就是像绿豆那么大就行了。这属于第一大步。然后在第二步的时候，我们换一个笔，啊，就换这个大白云，然后润湿以后调淡墨，少来一点墨汁啊。可以不够的时候啊，慢慢的去加，少来一点。您记得咱们在讲这个小鸡的时候，就是它的胸腹也是淡墨，给它刮一刮啊，水分不要太多，多了以后一阴开呀，这个就破坏形了。麻雀有一个特点，它这个肚子显得比较大。飞起来啊比较蠢，这样是美的，啊，不要把它画的呀就是非常瘦，就好像饿了好几天了，都有点飞不动了，啊，让它肚子大一点。这样呢，您看啊，我这是从它的嘴下面开始往下一笔，这样隔过去，再补充一笔，让这一笔啊虽然说是两笔画的，但是它是连贯的，是一个弧形，啊，前面是胸腹。后面是臀，再看一看啊，淡墨，从它这个嘴下面这开始，一笔下去，哎，再接一笔，要留尾巴那个位置啊，不要把这个臀部一下画到尾巴尖那儿去了，那错了。现在呀，有两只麻雀，它的翅膀跟别的麻雀不同，怎么不同呢？麻雀啊，它这有翅膀，就比如说我这手有外边儿，啊，还有里边儿。外边它是赭墨的，颜色比较深；里边呢，它是浅的，它和这个肚子和胸是和谐的，啊。那这个怎么画呢？还是这样啊？你看淡墨调好以后，尖儿上稍微给一点儿稍微深的墨。这个翅膀在这儿啊。一笔两笔，哎，这么往里走，哎，外实内虚，注意随之转过来。您看它这个里面有飞白，用笔的时候落笔以后，然后扫着收。这一扫呢就轻了，这样它和里面那个白色的毛就融合在一起了。啊，在这个角度来说，是先画这个羽毛，然后我们再补充它的胸腹，好就行了。下面我们把这个笔放下，用刚才所说的这个偏小一点的狼毫笔，这个时候要蘸浓墨了，蘸浓墨，不要太水分太大啊，水分太大就阴了，稍微干一点。因为您现在所画的麻雀啊，它这个还没有干呢，啊，所以咱们这个墨啊应该干一点。麻雀的这个嘴呢，跟小鸡接近，但是有一点，麻雀在这个中间脖子这儿有一组黑毛，下去一直到胸，然后呢，在脖子左右各有一个黑斑，这黑斑在这儿，啊，刚才有人同学说了，说那点个黑点是干嘛的？您看啊，程序是这样的啊，讲小鸡的时候说了，这嘴位置是在靠下一些，一笔
往上去了，另一笔沿着这个缝下来，啊，这是眼睛，眼睛紧贴着嘴，别离太远了，啊，然后下面有一组黑毛，在这个位置趁湿点上去。好，现在几个嘴都点完了，点完以后一看看啊，咱们让有的嘴张开，补一小笔，啊，再补一小笔，边飞边叫，啊，注意下片嘴比较薄，一个又短又薄的一条小线就可以了，啊，还没有完，麻雀在飞的时候啊，它那个爪子是收起来的，啊，如果说它不收着，那就增加阻力了。收起来的时候是贴近它的腹部，啊，而且它这个爪子呢是这样，略有点垂，啊，我们在画它的时候啊，是要注意不同动态、不同角度，它添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点啊，这点不要拉太长，要影响到前面了。两个如果说这形碰在一起，这样呢就不太好了，所以把它收一下啊，收一下。这个呢就画在这儿啊。4指，3前1后。这麻雀呢，意思到了就完了。我想是这样，这一群麻雀飞过去，啊，您感觉到的是一群麻雀，但是谁也没有说这眼力那么好，一看说这个爪子是怎么待着呢，是吧？但是咱们就是把这一瞬间给它捕捉到了，啊，这是人们根据理解去画它。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画这个爪子，它就不能够说勉强再往前画了，就应该从后面去看到它，是这样的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要阴，不要画的特别大，大就沉了。可以这样，那边也可以不画了。在一幅这个画里面呢，就应该是这样，啊，在疏密上，在呼应关系上，在动态上要尽量求变化，啊，不能够说我这一张画啊，我画了5个麻雀，就1个麻雀，啊，就好像您弄了一个戳子啊，一个印章似的，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到处到哪儿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就不好了，不丰富了。另外还有呢，就是落在那儿的，啊，这个应该怎么画呢？这落在那儿啊，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落在地上，咱们还是先拿赭墨，一笔点头，然后呢再画它的身子。既然落在地上了，它的翅膀这3线就等于是并在一起了。背部这个颜色和头中间要留一个白。为什么要留白？这是为了头显得灵动。如果说您不留，把颜色都给它接上了，它这脖子感觉啊特别死，太硬了。但是这个白也不要留太多，太多了以后呢，就感觉好像碎了，有点脱节。所以隐隐约约的，你看啊，似有似无，但是一定要有。下面呢，我就把这个笔再调点墨，它翅膀拢在一起了啊，尾巴翘起来。顺便点它的斑点往下去，这个尾巴是往下垂，然后顺便点。一定要注意，就是背部的这个斑点，不要让它全干了以后再点，啊，让它呀既融合又能看得出来，啊，如果说干了再点，那就完全浮在表面上了，那太突出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您可以啊，就是拿这个清水，再把这个背部啊稍微给它弄湿了，弄湿以后您再点它，然后它又有点融合了，这样就好了，啊，好，我这一步画完了，现在把这笔放下，我再调淡墨。刚才说了，淡墨呀，
不要水分不要太大，啊，还有就是在用笔的时候是笔尖儿招直以后，边走边往下按。您看啊，我是从这儿开始，胸脯招直以后，好，这是一笔，把它由胸到腹，然后它这点是大腿儿是往后去，绝对不能往前去，因为小腿得往前。咱们调浓墨、眼睛、腮斑。这个麻雀呀，可以是落在枝上。这个枝子呀，比如说在这儿呢啊，枝子落在枝上的。这个麻雀呢，在地上的，跟画小鸡一样。在这个掌，也就是这个地方啊，掌部，它应该焊接的稍微结实一点。这是落在地上的，这是飞的。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落在树枝上。当然，这是落在树枝上的一种啊。那咱们就要分析一下啊，在树枝上，它是在前面挡着树枝，还是树枝挡着它？按中国画的规律来说，就是先画前面的，后画后面的。那就是啊，如果说麻雀是背着的，咱们画一个啊，如果是背着的，那好，一笔点头，然后身子呢往下去。您看，要抓住它的宽度，肩膀这个背部的宽度啊，抓住宽度，然后呢前实后虚，然后加点墨。往下去，这如果顺了以后，把这儿稍微的提一下，它就不顺了，啊，这个里面呢，千万不要像工笔画似的，把翅膀交代的特别清楚，没有用。抓大东西啊，抓大东西，抓不住大的东西，如果光是在局部上去着重去刻画，这就不是写意画了，啊，一定要注意整体关系。所以在画这个翅膀的时候，这飞羽，首先明确它的结构，啊，在明确结构的基础之上，然后画的时候潇洒一点，啊，大胆一点，啊，别太拘谨了。好，这个是这个动态啊。好，我用淡墨，这几支笔要倒着啊，您不能涮来涮去，那就太麻烦了。现在我呀是从这儿开始。过去以后，哎，有个大腿儿，这么画。这个爪子一注意啊，我从后面看，它后面的指我看见了，前面的指啊，它是，比如这啊，树干，它握住了，握住以后只见树干，那个它的指就看不见了。所以要留有余地。它在枝干上落在那儿的特点是什么？它重心朝前。它不是说我们一般在单杠上这么的，就是很平均的，它朝前。为什么？它是一种警惕性，啊，必要的时候它往前一蹬，它就飞了。你要是重心搁在靠后的话，它想飞只能往上走，这就不对了。它要往前冲，所以它这样的啊。重心朝前，这意思就是啊，留有枝干的余地，啊，你看如果我在这儿添上啊，添上小枝，它落在枝上了，这个麻雀就是它挡住了枝。如果您先画枝，再画它，可能两个就冲突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先画麻雀，后添枝，啊，这个枝让着麻雀。可是，在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啊，
这个枝子，我准备落个麻雀，这个麻雀是正脸的，要往上添怎么办？根据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如果您从头开始添，麻烦。为什么麻烦呢？这高低不好掌握呀，啊，画高了，这鸟够不着这枝了，啊，或者是伸直了，很够得很，很费力。如果说头画低了，画低以后这个这么待着，啊，也非常难受，啊，为了掌握这个距离比较好，那咱们啊，索性咱们先画胸。看啊，画胸的时候先调淡墨，尖上来一点稍微浓的墨，有一点就行，就盘里面的啊。好，我现在是从胸脯开始画，胸脯开始画，往下画。这是尾巴，笔墨尽量简练。然后注意啊，胸是实的，腹是虚的，尤其是贴近树枝的时候要虚。为什么呢？因为还要有爪子，爪子是要实，它那点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自然用这个虚的笔墨去表现就好了。我再画好，大家看看啊，先调淡墨，尖上补充一点稍微浓的啊，这方向是朝那边，那咱们再来一个方向朝这边的，这几笔啊，哎，扫啊，扫下来，这个尾巴呀，外面深，里面浅，所以我们正对着它，啊，看到的是它的里面。我这样画好以后，咱们再补充折墨。这个鸟啊，我让它回头和这个鸟说话。这个鸟呢，可以是偏正一点，啊，这儿露出一点翅膀，啊，这个呢两边露出翅膀。这个翅膀注意啊，下笔的时候它是稍微实一点，然后往下呢，把笔一提，它就虚了，它就细了，啊，就行了。这是写意啊，写意，意到就可以了。然后小鸟的嘴往下去，现在看见了啊，在它这脖子中间有一条黑道，到胸这儿让它阴一点，这儿啊大了，阴开。所以您画的时候啊，就应该是连贯起来画，趁湿去画它。左右在这儿是腮斑。这个鸟呢是这样啊，这嘴这在中间呢，这么走，然后两侧看到了眼睛，中间一道，再加上腮斑，这中间这道注意啊，上面和嘴接的时候虚点。最后呢，咱们把这个爪子三个在前，后头那个不画了啊，省了这三指。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您自己体会一下，如果您在双杠上玩，您两个手特别近，可能感觉重心不好掌握，啊，所以呢要开一点。如果特别远，就觉得哎呀太沉了，啊，太吃力了。所以它这个呢是跟肩膀宽度差不多，最舒服了。您还得拿刚才的淡墨这个毛笔调好淡墨以后，注意在这不是有笔垫儿吗？在上头吸一吸。在吸的过程当中，这个笔啊已经是扁了，扁了呢，它就好像小刷子似的，啊，这样我在这儿啊，因为上的头和身子，衔接这点有点空，哎，补充几笔，用这个棱去补充，意思到了就行了。刚才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下，麻雀的基本画法。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啊，我们讲了小鸡，讲了燕子，讲了麻雀，是吧？大家在作画的时候啊，就是本着这个中国画啊，写一花鸟画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啊，画的跟实物大小有点接近，就跟真的麻雀差不多。今天我画的这个也是这样。如果您把它画大了，那可能是变成别的鸟了。您呢一定要注意，
这个多观察。您不妨呢，就是您拿一个盘儿，搁点米，在您的院子里头或者阳台上，您放那儿以后呢，然后慢慢麻雀来了以后，您拿一个摄像机，或者您就观察它都有什么样的动态。光凭脑子里面想还不行，啊，还是有限的，有很多生动的动态就在这个大自然当中。所以呢，我们多观察以后，您心中有数了，到时候用在创作上，啊，这个肯定是生动的。如果完全是概念的、自己想象的画出来以后啊，那是您是想象了，人家也想象了，这个没有出奇之处，就是画别人想象不到的。那这个我在第1讲里跟大家说了，拜大自然为师啊，诗造画，所以多观察，啊，这样一定会画好的，啊，今天的课啊，主要给大家介绍了麻雀的画法，希望同学们呢认真的练习，下次呢有机会再给大家看作业。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同学们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课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藤萝花的画法。徐湛，中国花鸟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曾师从于李苦禅、郭卫渠和欧阳中石等大师，专攻写意花鸟画。藤萝花是春天的花，大家在4月中旬到5一的前后都可以看到它。它开花的时候呢，是花特别的繁茂，叶子呢很小。等到它这个花开过之后，叶子在逐渐的长大。最初开花的时候啊，叶子的颜色是绿中带点红头，特别美。在春天的时候啊，它垂垂累累的呀，有一种春天的气氛，一种令人振奋的欣欣向荣的一种感觉，所以游人呢特别喜欢它。诗人、画家也用它来作为一个题材来进行创作。在写意花鸟画里面呢，藤萝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题材。今天呢，我准备通过我们这个课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藤萝花的画法。藤萝花里面的颜色啊是比较多的，这个人们常见的是紫色的、淡淡的藕荷色，也有少量的呢是白色的，也有一些啊是偏蓝，所以这里面可以分成紫藤、银藤和蓝藤。我想是这样，我们先掌握银藤的画法，为什么呢？因为银藤要勾线通过勾线能够更深入地掌握它的结构。这样我们然后再画紫藤、画蓝藤，就能够这个了解它的结构以后，每笔都能够点到家。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银藤的画法。这个我们画它的时候啊，先说一下颜色。今天的颜色用的比较多，但是用量都不是很大的比如说有白色，有三青，有头青，然后花青和藤黄。这是要调绿色的，然后还有一种颜色呀，就是紫色。这个在12色里面呢，不常见，这个可以买单支的去配紫色。然后还有赭石和胭脂，这几个颜色我们先搁到这儿。再说一下毛笔，今天用的毛笔啊也是比较多，但是在这里面啊要特别强调一支，就是狼毫，比较新的笔。这新笔啊是勾线用，秃笔呢有时候画一些苍劲的一些那个质感的那些东西用这个新笔勾线用。其他的呢，像大白云，还有尖棕提笔还有小一点的这样呢预备多一点以后用着就方便。我们先从这个勾线的笔开始画银藤先要了解它
这个花的生长结构。我先调中等墨色，拿这个笔调了点墨汁以后，然后根据它的墨色程度再添加水。这个墨色呀，不要太深，太深了以后啊，这个花勾出了以后啊，它从线上来说显得生硬。也不要太浅，太浅以后形象不够鲜明。在水分掌握上，要像写字一样，就是合适。太湿了，水分大了，它就阴了；啊，太干了以后啊，出现很多飞白，又不是花朵的那种感觉。我们在行笔的时候，这个时候可是需要中锋行笔，然后呢，再有提顿转折。就好像写字一样，大家看啊，我们握笔的位置啊，不要太低，太低呀，那是重点刻画，啊，需要低一点。现在我们需要全篇的取势，所以执笔要稍微高一点。我现在开始下笔了啊，这样啊，然后中间有个褶儿，然后下面有一个垂着，好像打不开的这个花瓣，这是蝶状花。这个蝶状花啊，它两个飞起来的翅膀有一个角度，那您就看好了啊。这个花轴左边的花轴右边的，它有的不一样。我现在画偏左的，看啊，近处的大，远处的呢小，啊，还有后头的，后边的啊，我还可以再填后面的，在这里再找它的参差。也就是它的外轮廓的出入这些变化。我现在要画这边的了，看啊，先画近处的，再画远处的，这就有透视了。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我上次讲也说了，就说我们脑子要灵活，啊，不要说脑子是一片空白，然后就是手在那儿动，是吧？书法里面讲啊，是笔随心运。啊，就是我想到了它的透视，啊，想到了它的层次变化，想到了在这儿，比如说齐了，我补一个瓣儿，我是破一破，啊，所以下笔啊都是有目的的啊。这是一组，这是一个小组，那我在这儿再添一添，这远处那瓣儿啊就露出一个小边儿来也就可以了，啊，这是两组，然后我呢随时再往下画。行笔啊，不必太慢，也不能太快。行笔如果说太慢的话呢，它就形成了勾得太死板，啊，您一定要注意，就是有重、有轻、有按、有提，啊，按下去显得比较宽一点，好像顿笔；提起来走显得生动，啊，有这些变化啊。分组走啊，分组，这每组之间也是上下错落的。不要平齐，掌握一下它总体的一串花儿，它这个方向。现在我在这儿再添。我们画的时候啊，不要老蘸墨。如果老蘸墨呢，它这个水分呢都是饱满的，不好。原来我讲过，就是浓淡干湿，在里面呢有的比较湿润，有的呢它就稍微干一点。适当出现点飞白，显得灵动。好，现在我这儿啊，再添一添。这如果齐了，我再露出一个小瓣儿来，注意到层次的变化，啊，这点稍微有点齐，这叫因势利导啊，根据它的需要再去添加，为了破一破。下面该收了，下面是咕嘟。是这样啊，注意高低错落，要见笔。不要把它画圆了。我在画钩花的也是这样啊，如果一个个圆极了，就好像一个个小桃似的，这就不好了。要圆中有方，方中有圆，
是吧？是宁方婺源。这样画出来以后呢，它才有一种阳刚之气。像这个就是方笔比较多，这里面弧线的，它里面也是方笔。我可以采取流水作业式，咱们再画一串。这是第一串，大家画的时候一看啊，它的结束的这个花的顶端这点啊，最下面这是一个点，我要再画一串，绝对不能两串是平齐，对齐了就不好了，这也应该是错落的，在方向上也应该有变化。这串是这样的啊，下一串我就从这儿开始画的时候考虑到全局啊。什么叫全局啊？我画这一串，我盯着这串，我用余光看它。如果你不顾其他的，画着画着跟齐了，啊，这就没有什么变化了。现在来说，我这串低，这串高，这个花瓣啊，画的时候还得考虑到花骨朵还有一个长度呢，啊，有些同学说还没到齐呢，等你一天这个齐了，啊，留有余地。藤萝花它是总状花序，怎么叫总状呢？就是中间有一个花轴，花轴我们画的时候啊，要有点弧度，有点变化。用什么？用浓墨去画。我现在还是拿这个笔啊，调浓墨。这个花朵呀是比较干净的、轻盈的。那我们在其他的几个方面呢，去用浓一点的东西去衬它，这样这个白白的花朵就出来了。啊，我现在先把这花轴画一下，花轴时隐时现，它贯穿其中，然后在花轴上往四面八方，在这个空里头画花柄。有的地方啊，没有花，但是花柄也得画，它要露出这个。这是让它够着啊，这些地方没有必须得画。有意识的要让这个浓墨在里面出现，不然的话没有对比，整个就灰了。现在这一串写着下来了啊，这一串这么走，那您就先把它定一下，然后花柄。一个木字边，一个甲乙丙丁的丙，当瓣儿讲，给它串上啊。您看我画的时候啊，注意到了它的穿插，要有穿插，不能够全是平行的走，是吧？这样有变化。这个浓墨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加强这个浓墨啊。怎么加强？现在分成两步，第一步点它的那个。花蒂，这样啊，在这儿有浓墨点儿，把它牵住了，牵住，在这儿加重啊，加重，这儿填上，给它加重。这种手法是写意式的。啊，有的呢，并不是说啊都暴露在外。点上是为了加强它啊，让这个浓墨焦墨多一点。好，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花蕊，它的花蕊是黄的，但是呢，如果说拿黄色往上点。我们在第一讲就是讲那个连翘的时候啊，跟大家说过，这个黄颜色在白纸上它不明显、不突出，因为它反差太小。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把它用一种艺术的手法去把它表现出来。我们在画连翘的时候呢，可以用墨去衬托它。我现在呀，就拿浓墨先点出来，它在哪儿呢？在翅膀那个肚子，也就是中间这儿啊。现在我点一下，这个点儿是为了画花蕊，先做一个底色。
这里面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在前几讲里所说的，就是乱点花。开始的时候规规矩矩的按照它的结构点，再往下画后面的您就放开了，因为有代表的了啊，是蝶状花，这没错了。一看一找哦是蝶状，后面的露出某一部分，那您就放开画吧，不必过多的考虑什么蝶状花啊像不像啊。不考虑这个，只考虑参差关系，考虑这个整个一串的这个方向变化，然后再考虑呢两串花高低不同，考虑的这些变化，所以呢就画写意画，该放开要放开，啊，这样呢就说这个脑子呀不要过多的在局部上去，就是影响到您的思路。这两串花画出来了，画出以后呢，我们需要换另外一支笔。需要画藤。我们画藤的时候啊，用一支，这就比较大一点了，啊，要考虑到它藤的一些走势，啊，比如说这张画上啊，我们从这儿出来，您看这个墨色呀，不是最浓的，不是最浓的。让一让，刚才那个墨色是浓的，这就不要再浓了，偏于中等。啊，这张画呢，我准备这边给它破一破。那我从这儿啊，这儿对齐不好，往外。这儿有一点是进入画面，这边不要有。对上就不好了，先把大势定一下。这张画要表现银藤，银藤是白的，那怎么办呢？靠对比，靠衬托。这种衬托方式，在这个中国画的术语里面叫物衬，物品的物，就是说我用其中一种东西去衬它。当然方法很多了，比如说叶子衬花，让花显出是白的，可以。啊，也可能呢是用别的什么枝干呐，或者是石头啊，或者芭蕉叶呀等等，总之是一种具体的物去衬白的，这叫物衬。我们讲连翘的时候啊，那是用颜色去衬，啊，那本身就属于色衬，啊，是一种反衬，从外面染点颜色，然后衬出来，啊。好，下面我们要画叶子。画叶子的颜色是这样的啊，藤黄加花青是基本色调，基本色调，但是还不能够完全靠这个，太单调了啊，这样呢，我们再来点儿搁边上啊，胭脂。来点赭石，先用这几种颜色。这个枝干呢，稍微的就是说干一点，这样的话呢，我用一支稍微大一点，也就是中等大小的提斗，先调绿颜色，就是刚才的藤黄加上花青，调绿颜色。调好以后，大家看到了，就是太鲜艳，太鲜艳，怎么办？在这里面要找变化。我现在啊，整个笔调到了笔根儿，然后我在笔尖上去寻求变化。笔尖上啊，我调一点胭脂，调一点胭脂，看看什么效果啊？啊，绿里面略带红头，这正是春天，这个紫藤花啊，这个叶子它长的这个颜色，啊，这个呢就是在调色的时候，先调绿，然后尖上再蘸点胭脂，不要蘸曙红，曙红太鲜艳了，蘸胭脂稍微暗一点。它的叶子是小叶儿，它叶子的组合形式，这叫羽状复叶。怎么叫羽状呢？就是羽毛
您看那个羽毛啊，中间有一个挺儿，有一个挺儿，它羽毛呢是很多小细丝组成的，往两边去。这种叶子长法就是这样啊，中间有一个叶片，然后左右还有叶片，还有叶片，啊，左右对称的，这叫羽状，像羽毛生长的这种状态。羽状复叶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单个一个一个的叶子，它是很多叶子组成的，这个样子。我们在画它的时候呢，可以你看啊，尖上再补充一点胭脂啊，不要老调。有的初学者是画一笔调一笔，画一笔调一笔，结果呢，最后叶子完全一样，这也是不好的，放不开啊。现在啊，我实在没有了，再调的时候啊，我尖上来点赭石，没有那么鲜艳了啊。我比如说我在这儿看看啊，赭石，赭石画出来以后，它和刚才啊笔尖上弄胭脂它不一样。这笔尖呢，胭脂啊，它是比较鲜艳的，它是比较夺目的。它作为一个主体，可以那样去处理它。那这个呢是离花比较远了，远了以后呢，它作为一个虚的，所以呢，咱们也不能够说一味的笔尖上调这个胭脂啊。然后我再加点清水啊。也可能尖上再补充点赭石，现在就是怕这个绿颜色啊太单了，单用的话特别不好。加点赭石，又加水了啊！我现在呢，我再点点虚叶子，下面呢是需要勾这个叶筋。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我们用颜色来画的叶子，叶筋可以稍微早一点勾。为什么呢？颜色的颗粒比较大一些。啊，早勾没关系。如果您要是拿墨画叶子，墨啊特别细，啊，太过于细了以后呢，您这个勾叶筋的时候啊，稍微让它潮干的时候，您再勾，要不然勾早了呢，阴的特别厉害。啊，这个是拿颜色画的，没关系。叶子啊，中间有主叶筋，两边有小叶筋，一定要注意啊，画的时候寻求变化，不能让它都对着。如果对着，那就是成了鱼骨刺了。还有一个注意呢，就是主叶筋不要都在中间。如果都在中间呢，那意思就是说呀，这个叶子是正的。那如果说我这个叶子啊，我把叶筋偏向远端去勾它，偏向一边去勾它，说明它叶子啊是有变化的。现在我这么去勾它啊？您看，我把这几个重点叶子用墨勾了啊，其他的次要的叶子咱们不拿墨勾啊。把这个笔啊，我现在为了保持这个干净，我换一支笔，我用胭脂稍微的加一点墨。它比浓墨显得呢，明度上要好一点啊，亮一点。我再勾，它和叶子是和谐的。好，我现在啊把叶子画完了。实际上我是在等着这个花儿要让它干了，干了以后我们再去染颜色。这样的话呢，别让刚才的墨线呢都阴了，阴了以后呢就不好了。啊，这个部分形象要求非常突出，是吧？其他地方怎么虚，啊，怎么处理都没关系。我现在呢，这个花儿，这个比如说下面垂的这部分，后面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反衬的时候是这样，用一支干净的大白云，我可以呢弄一点花青，加水。现在这样啊，在它花儿的外面染这颜色，就怕给它染死喽。好，现在染完了，染完以后花儿就显得呀有点突出了。这样画出来以后呢，花瓣感觉是白的，
但是还不是特别突出。我现在用一支小笔啊，用浓的朱砂色点在刚才要点花蕊的这个部分。好，基本上是这种情况。点完了，这个花啊很漂亮。这张画缺墨，那怎么办呢？学过小鸡了，啊，我们把小鸡画上，中等墨色，完了以后啊，尖儿上再蘸点浓墨，小鸡和花儿要形成呼应，啊，那我这个头让它回过来，身子啊这么过来，大八字儿、小八字儿，吸一下，行了。我在这儿远处再来一个，这儿啊，一笔、两笔、三笔、四笔。我们换一支笔，也可以用刚才勾花的那支笔，调浓墨。讲小鸡的时候说过啊，小鸡虽小，但是呢，墨色变化是不能少的。先画近处的头儿。咱们复习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这三指先画中指，再画两侧的，就是先画主要的。他在跑，这个小腿呢画不画都无所谓，啊，露一点儿就行了，这旗也给它破了。大家在画这个时候都知道，就是用浓的朱砂点鸡冠子。而且是在脑门啊，不许在脑顶上。它这个浓的朱砂和花的浓的朱砂形成一种呼应的关系，啊，小鸡的墨色和这个整个的银藤形成一种补充的关系，啊，这里面呢，还缺一点墨，那就是该题款了，也是拿比较浓的墨。在位置上来说，比如说，在这边吧，我考虑到这边有印儿，所以呢，这个题款盖章应该在这儿，这叫错落。如果说跟它对着这张画，这是一种对称，这是应该避免的。这儿来一个明章，这儿来一个压脚章，现在我盖一下。我们在盖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啊。首先看好了它是不是正的，现在是正的，大拇指捏在这儿，其他的这个手指捏这儿啊，看好了。这一步绝对不能够错，如果错了的话，有些初学者经常把章给盖反了，盖横过来了，是吧？看好了，然后再盖。盖的时候啊，看好位置，跟它行气是对齐的。下来。倒在左手扶它，右手上下左右，确实挺吃力啊。吃力是为了它清楚。有的人在这一步上啊忽略了，所以盖完了以后很不清楚，没有力量啊。这是明章，这点一个压脚章，那个是阴文的。那我这边呢来一个阳文，形成一种变化啊。看好了，正，好，下去以后上下左右，行了，这是上次用过的章，是一个吉字。同学们看看这张画，这银藤，很透亮，
啊。我们通过画银藤呢，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藤萝花的结构，这样呢为我们下一次再学习画紫藤打下一个基础。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儿，同学们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紫藤花的画法。徐湛，中国花鸟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曾师从于李苦禅、郭卫渠和欧阳中石等大师，专攻写意花鸟画。在上一讲啊，我给您介绍了银藤的画法。实际上，我们通过画银藤呢，首先要了解这个藤萝花的结构。我们上次了解了银藤画法以后呢，今天画紫藤就比较容易了。我们也就是说，拿颜色直接来点读。今天的颜色啊比较多，黄加上花青可以调成叶子的绿色，然后笔尖上再调一点胭脂，这是一组，我们准备好。另外呢，就是白颜色加上三青，这作为画花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颜色。然后里面再略调入一点紫色，这个紫色在12色的中国画颜料里面是没有的，大家可以呀，就是配一下。然后还有头青以及赭石和朱砂。我们第一步呢，先要把白颜色和三青调在一起。我们所用的毛笔是一个提斗笔，这个小的提斗笔啊，它是羊毫的。我们在画这个花的时候啊，不一定用狼毫，不要太硬。现在调水，调清水，水比较大，把白粉和三青调在一起，白粉多一点，加水。曙红、紫色以及三青，先调一下，调好了以后，用刚才那支毛笔先调白粉和三青，这样在笔肚上调紫色，在笔尖上弄一点三青。我们点的时候啊，是1、2、3、4，这是一个叠状。注意笔尖、笔肚、笔根的颜色变化，笔尖比较深一点，笔根呢要求是润一点。这一个花点完以后，我们接着在笔尖上补充一点颜色，1、2、3，画不全了，因为它互相挡住了。大家注意啊，画第二个花的时候不要躲得远远的，躲远远以后呢，它没有层次感了。用这种办法，我们不断补充笔尖的颜色，1、2、3、4，然后1、2、3，随画随调，这样在颜色变化上它就丰富了。接着画1、2、3、4，往后画。往下画的时候呢，颜色逐渐加深，注意轮廓线的参差不齐。最后要收了，要不收的话就出了画面了。收的时候是画它下面的垂着的花蕾。这
这个花蕾的颜色呢，就比开的花儿要颜色要深。这样我们就调刚才那个紫色，加一点曙红，再调三青，三青不够，加头青，这样调在一起，最后调出来的颜色是比较浓一点的紫。这个花蕾呢，画的时候是这样画啊，就是往上由外向里画。看这儿啊，注意它的变化。把花蕾画完以后，把刚才画的，这个花儿不是4笔吗？把这个1、2留着，3、4再补充一下。这样垂下来的这个部分就显得比开放的花瓣要稍微深一点了。这朵花的点法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用流水作业的方式。现在我把笔稍微涮一下，不要涮得太干净，还是在这个淡白粉加上三青这个颜色里面，咱们一直弄到笔根儿。如果说这里面的紫色不够了，我们再补充一点。用笔尖儿去调紫色。现在呢，我在下面再画一朵花。这朵整个这一串比刚才的要深了。随时变颜色啊！我在讲银藤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一下啊，就是它垂下来了，它的结束在这儿呢。那这个结束呢，不要跟它平齐啊，也不要跟它正好对齐，上下这个左右这个横线竖线都应该躲开它，不要对齐。啊，那我这个呢，就是给它再多画一点，随时整体的观察。好，下面呢用紫色加点曙红，再加点头青。我现在需要画它了，花蕾。由里往外，由外向里都可以的，随手在它的这个第3笔、第4笔垂着的花蕾这个部分给它补充一下。这样呢，2串画完了，没有对齐，啊，在方向上来说略有变化，这个稍平一点，这个稍斜一点。下面一个步骤就是用一支蓝竹笔。我们要开始调草绿色、藤黄加上花青，调的浓一点，然后尖上来一点胭脂，曙红也可以。先把花轴画出来，这是花轴。大家在点花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要分组。分组就是说几个花朵呢要紧凑一些，另外几个花朵紧凑一些。相对之下呢，一定要露出花轴，露出花柄，不然的话呀，没有花轴、没有花柄的位置了，整个这一串反而倒显得零散了。现在呢，把这个花柄画出来。在银藤这一节里头，咱们讲了，画它的时候啊，要穿插，要变化，而且是颜色要浓重，用它来对比着这个花儿，要让它显得呀比较亮。随时补充绿颜色，尖上再来点胭脂。
绿中透红。好，把它都牵住了。牵住以后，还是用这个颜色，绿，颜色要浓重一些了啊，多调点儿胭脂，把它的花蒂把它点出来，把它牵住。先点花蕾的这个部分啊，然后象征性的在花朵上也要把它点出来。实际上有的角度啊看不见了，但是如果不点的话，这里面的颜色就不够丰富了。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把它呀点一点。好，整个这个花啊，基本上是画完了。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白粉和藤黄调在一起，白粉藤黄调在一起，我们用另外一支干净的毛笔调一下。为什么要加白？我们现在画的是花蕊啊。如果不加白，这黄颜色是透明的，画上去以后慢慢渗下去了，就不明显了啊。加了白以后呢，它就可以浮在上面了，就清楚了。先呢，规规矩矩的往这个花蕊那个部分，那个就是说四笔的中间那儿点一下。点好以后啊，也可以适当的多点一点啊，不要受它的限制。它的花蕊不是很明显的啊，在这里面呢起到一个色彩丰富的这么一个变化上的。整个这一串呢，咱们画的时候注意啊，开放的花朵是浅的，比较亮的，然后逐渐往下，它是深一点，尤其到骨朵，就是花蕾部分，颜色要更浓一些。这是要注意的，在紫颜色的前提之下，这个要注意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花轴、花柄颜色要浓要重，目的是为了衬托这个花儿的亮。然后我们在用这个绿色笔尖上蘸胭脂点这个花蒂的时候，啊，颜色也是浓重。这样呢，它这个花儿色彩就丰富了。好。把它画完以后，我们再画枝干和叶子。它是藤本植物，我们画它的枝条的时候，应该是用笔自由一些，不要像木本植物那样，就是画的特别直，比较硬，不是这样的。它应该是柔中见刚啊。我们现在先把它，你看有侧锋有中锋。这个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啊，粗一点的我们就侧锋，有一些穿插啊，有穿插，在用笔的时候，它有的时候是细一点啊，有的时候是粗一点，粗一点的呢就侧锋把笔压下去，细的时候呢，中锋提起笔来走，这样把大的势定好了。定好以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毛笔再去调叶子的颜色。在上一讲银藤的画法里面，我们把叶子的颜色说了，是先调藤黄，加上花青，颜色可以让它花青多一点，然后尖上少蘸一点胭脂。我为了突出花儿的鲜亮，我可以有意识的把叶子画在花儿的后头。这个本身呢，在中国画的技法里面呢叫衬托，更简练一点的一个俗称叫挤，把它挤出来。笔尖上调胭脂，我画在它的后头。
反衬也是一种误衬，随时补充笔尖上的胭脂，让它绿里面带有红头，衬它。好，画完以后，我们用墨去勾筋。上一讲我就说了，拿颜色画的叶子勾筋早点没关系。像这些露出来的部分呢，要特别健笔，可以补充一点。这个藤在里面呢穿插，丰富一点就好了。这幅画呢，就是花儿的量要靠各种不同的办法去挤。去衬托，刚才讲了这个花儿里面啊，其他颜色，和这个花瓣的对比啊，后来又画了叶子去衬托花儿，这样呢，就是花儿是作为一个主体，它就漂亮起来了，这张画啊，如果画完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把颜色调得淡一点儿，找一找刚才啊，我们用的是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淡淡的三青色，然后笔尖上呢再来一点淡淡的紫色。这张画有2串，这是实的。我还可以啊，在这儿和这个不要平齐。那好，我就往下一点啊，再点一组花。整体来说要注意，要浅，要虚。在画里面花轴的时候，颜色就不要再变了，用一个调和色、紫颜色，略略的画一画。这些都是拿紫颜色画，让它和谐而统一。中国画讲究啊层次，就是在一个不大的这个范围之内，一层一层推着往后画。所以我们啊，通过画这张画呢，大家伙儿要了解一下。是，层次的处理。这个紫藤呢，给人们带来的不光是眼观的一种美感，更是一种心灵的一种激励。这张画啊，是在春风当中，花儿在漂泊，它所空的空白呢不多了。那我们就不一定非得要捕麻雀、捕燕子了。下面呢，我教同学们画个蜜蜂。这蜜蜂啊，有的是小蜜蜂，有的呢稍微大一点。在这张画上，我想小蜜蜂可能跟它呀反差太大了。那今天我教大家画一个叫什么呢？叫牛蜂。用藤黄颜色调一点赭石，这个笔呢不要太大。我们在画它的时候啊，首先第一步，选一下哪一串是您认为是主要的，这3串应该是 A、B、C，我感觉这串是主要的，它也比较接近于这个画面的中间高处。那好，我蜜蜂应该是朝它来飞，不应该朝那个次要的去飞。然后蜜蜂呢，一般来说，你比如说画一个单了，画一对儿呢，可以，也可以画3个，成为一个单数。画的时候，蜜蜂不要排得太齐了，所以我呀，就是先定一下它的位置。我用这个颜色，我准备在这儿画一只，我准备
在这儿画一只，然后从远处飞来，这条线要注意啊，不要在这儿，可以错开，在这儿画一只。你看这3点形成一个变化的三角形，又不是等边，又不是等腰，啊，没有对齐，这就对了啊。我把它改成一个什么形呢？咱们简单的说，跟小馒头似的，这么一形就行了。它朝哪个方向呢？这个弧度就在这边，往前。好，都朝着花来飞。再用一支比较小一点的有尖儿的笔，调浓墨，把这个头部这儿点一下，然后中间它有一个吸管，这还有它的触角，有眼睛，这是它的头这个部分啊，它的肚子是这样的。这画的都应该虚啊，别画太实了。好，把它的身子画了。画完以后啊，用一个大白云调淡墨，水分要大一点，颜色浅一点啊，淡墨。先画前面的翅膀，画的时候是这样，往下点，点点点，后面小，这边点，后面小，深了就不对了啊，深了太像蝴蝶了，虚虚的阴出去，近处大点，远处稍微的显得有透视。这点完以后呢，翅膀和身子它有对比了，但是呢还应该强调它的过渡，所以我紧接着拿笔尖儿调一点稍微深一点的墨啊，在这儿点一下，这儿点一下，这不是4个翅膀吗？点一下，这样它就衔接了。看着啊，点一下，趁湿，它阴过去了。然后再拿刚才画身子这个笔，后面露出2个小腿儿，前面还有一点露出来，虚虚的。刚才画的它那个肚子呀，一圈一圈拿墨画的。如果说是空白是不太好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在刚才画花那盘子里面来一点头青或者3青，和刚才这个墨呀调在一起，颜色呢也不要特别的深，深了以后就和这个墨没有什么区别了，让它浅一点，发蓝。但是不要特别蓝，把这稍微染一下啊，把这个空白给它填一填，行了，就是黑中透出一点蓝就可以了。初学者往往犯一个错误啊，也许谈不上是错误，是什么呢？写标签儿，就是这张画写上紫藤花，错了，太白了。啊，好像别人看不出紫藤花啊，非得有个标签才好，不这样。一般来说啊，画什么不直接点明它这个名字。繁英就是很繁茂的
花儿，英指的是它的花瓣啊。繁英垂紫玉，条指的是枝条，紫藤花的枝条上面系了很多什么呢？好的春光。是这个意思，繁英垂紫玉，条系好春光。把这个题目写上以后，然后下面这个属于自己落款儿，拐过来，落款儿，盖章。我在前2讲里面谈到，就是盖章的时候啊，先看正反。看完了以后，心里有底了，再蘸印泥。蘸印泥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去弄啊，4个角都要照顾到。好，再检查一下是正的，到这儿啊，盖上去，行气要对齐，4个角都要用到力。顺便再说一下，就是章的大小，初学者往往不太注意，有的款儿很大，章特别小，太轻了；有的呢是款儿的字啊，这个挺小的，结果来一大章，大章呢和它很不和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印章相当于一个字，这个大小是和谐的，这是合适的。另外呢，我们在用印的时候考虑到，这个是朱文。我这点应该来一个是白文。先看啊，看好了以后，4角，然后再检查一下，再看看纸边儿，不要离边太近，咱们要留有这个装裱它给您裁的余地啊。4个角转到，在提起的时候注意啊，右手拿着，左手按着纸，一个边儿慢慢的抬起。因为有时候它这个印泥啊劲儿还是比较大的，啊，如果整个一拔，这个纸可能被撕坏了，啊，所以这张画呢就是一个阳文，一个阴文，一个是明章，一个是闲章。这个闲章是春韵。我们通过这2讲啊，给大家介绍了藤萝花，也就是包括银藤、紫藤画法。如果说您在这个基础之上，把这个紫藤这个紫颜色不要的话，用刚才白粉加上3青调好了以后，笔尖上蘸头青，用这种头青、3青不同的变化画出来的花儿，那就是兰藤。啊，这个兰藤呢，有一种冷的调子，也很美丽，啊，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构图呢，或者是根据这个画法，然后呢，把兰藤再练一练。希望同学们回去以后呢，好好的练习，把春天留在您的画面里面，留在您的心中。今天的课呢，我们就讲到这儿，观众朋友们，再见。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这一课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凌霄花的画法。徐湛，中国花鸟画研修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
曾师从于李苦禅、郭卫渠和欧阳中石等大师，专攻写意花鸟画。我们在前2次课呀讲了紫藤，紫藤花是春天的花，继紫藤以后，从5月中旬到夏末吧，正是凌霄花开的时候。这凌霄花啊，火红火红的。为什么把它叫凌霄花呢？它是一种藤本植物。咱们谈到藤本的时候啊，在藤本里面又分2大类，一个是草本式的藤本，比如说牵牛花，比如说葫芦。以后呢，我们在课堂上要给大家介绍。上次讲到的紫藤和今天要画的凌霄，它都是木本的，所以呢，在它的枝干，还有叶子，在画法上啊，这个紫藤花和凌霄花是有相同之处的。这样我们练习起来呢，有共通的，又有特殊的，这样呢好掌握。我先介绍一下颜色啊，画凌霄花啊，主要的是用朱砂色，然后笔尖上呢再稍微调一点曙红，因为在颜色上啊要有点变化啊，深的地方是曙红，其他地方呢是朱砂。我们在画花筒的时候，它特别像喇叭花，有个筒啊，在这个花鸟画里面呢，这叫筒状花。花筒的颜色比花瓣的颜色要稍微浅一点，所以我们用藤黄调成一点土黄。这个土黄在中国画颜料里面没有，大家呢去买一个广告色，这2个。我这还有一个是朱标，朱标颜色干嘛用的呢？就是画虚花用的，实的花用朱砂，朱砂比较厚重，颜色比这个朱标啊颜色要深，是吧？画浅的时候用朱标。颜色呀主要是这几种。下面呢，我就用一支中等大小的提斗笔调湿以后，先来调朱砂色。这个朱砂色要调到笔根儿。大家在调笔的时候注意啊，要随调随捻管，就这个笔啊要捻动，这样让这个笔的四周全沾上了啊，全调上了。然后太饱满了，刮一刮，刮一刮。现在很匀，我们拿笔尖儿去少调曙红色，少调。这凌霄花啊，它是筒状花。筒状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除了它是筒有花筒以外，它这个花瓣啊是连在一起的，它不是单一个一个的片儿，连在一起。但是呢，它的四周围还是要有一些缺口。我们在点它的时候是这样的啊，侧锋1、2、3、4、5是这样点出来。点的时候注意呢，就是在靠近花心儿的地方，让它呀稍微的轻一点。我再点一下看看啊，1、2、3、4、5，这时候还要注意它的花瓣的透视，可能有的花瓣是更平一点。随时补充笔尖上的曙红，注意花的错落。我这点啊往这边来了啊。好，它马上朝这边了。我再补充笔尖上的曙红，1、2、3、4、5，它朝左边，这是左上，这是右上，这样形成一种对比关系。这个后头的，注意一下层次上的变化，1、2、3、4、5，挨得紧一点啊，注意层次。注意层次，方向有不同的变化，啊，把这个笔放下，然后用一支蓝竹笔，这时候呢要调纯的曙红。这个花的花瓣上啊有纹儿，是纵的纹儿。您看啊，用浓一点的曙红，
从边儿往里啊。有些花儿的颜色深了，如果说这个纹儿画看不清了，也可以少加一点胭脂。这一步啊，应该是趁湿来画。如果干了以后呢，画出来以后浮在表面上，两个呢有点好像脱节啊。趁湿画呢，两个还能够融合在一起，既健笔又调和。下面呢，我们用一支大白云，这是土黄。这是藤黄，两个调在一起，然后少加一点朱砂。你看这个颜色呀，它就和刚才花瓣颜色就不一样了。画花筒，每个花儿都有一个筒，它的颜色比花瓣要浅，所以藤黄、土黄再少加一点朱砂。画完它以后，我们再点它的花蕾。画完花蕾以后，用刚才画这个花瓣儿、这个红色的金纹的这个笔啊，再把花瓣上那个金纹给它勾一下。这样我们把这个花画了。画了以后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画它的时候啊，不是平均对待的，而是分组的。啊，这一组花比较多，它应该是在方向上、在前后上都有一些变化。我们在下一步再画的时候，用浓的墨先把这个花蒂点出来。不要拿绿颜色画，拿绿颜色画呀，红花儿再加上这个绿的花蒂呀，不雅。换句话来说，就是很怯啊。哎，它这个浓的墨去衬托花儿的亮，花儿的鲜美，这样呢，它有一种内在的美。啊，中国画啊，在运用色彩的时候啊，它有一种就是超出向外的一种处理方法，啊，你比如说这个，本来这个花蒂和花枝都是绿颜色的，但是我们拿墨去代替，啊，给它换了，换了以后让它更美，比生活当中的这种颜色更美。下面呢，我们再去串它的枝，这是花的枝，也是用浓墨。画花枝的时候呢，要像写草书，以中锋为主，注意一下穿插，啊，把这个花儿啊尽可能都给牵住，看看啊，不一定啊都交代得很清楚。
有时候单的呀，显得太孤单了。现在呢，就是有时候是几个茎一起来走，不要直来直去。比如说花在中心在这儿呢，这个茎就朝着中心去了，啊，朝中心去以后，两边是花，这个缺少气势。凌霄花啊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花全向上，你甭管是朝哪个方向，它只要一开就往上走，所以它有一种欣欣向荣、朝气的一种感觉。您再注意一下，喇叭花也是这样，啊，迎着朝阳往上涨，啊，玉兰花也是这样，您看吧，没有垂的，全往上，一个个像火苗一样，啊，往上去，啊，所以我们了解它的长法。我们现在啊，把这个气势画出来了。画出来以后呢，我们还可以啊，去画它的大的藤条。刚才用的是浓墨，再粗一点的枝干呢，就不要再用更浓的了，应该是稍微的浅一点啊。我现在啊，把它侧锋像写草书一样啊，就是在它的穿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画得太死板了。死板以后啊，给人感觉不是在大自然当中的东西。好，下面呢我们要画叶子了。这个画叶子的方法和上次讲的呀，在笔法上是一样的啊。现在先调淡一点的墨，啊，弄成中等，然后刮一刮，水分不要太大啊。尖儿上调一点浓的，如果不够，再从砚台里面来一点啊，浓的。好，不要再多调了。初学者有的人呢，就是调的太多，啊。你在盘子里调来调去，越调越匀，出来的这个叶子不生动，平的。咱们最开始讲到，不要死墨一团，死墨就是说没有变化的，调太多了，平了。另外还有就是临画的时候，笔尖上的变化特别重要。我现在临画的时候弄了点纯的墨汁儿，我不调了，只要调就减弱。那现在我看啊。就是侧锋用笔，不要中锋了，啊，这是该侧锋了。侧锋用笔，我在这儿啊，这一笔下去，它是由深到浅啊，有变化的。我再补充，还要补充笔尖上的墨，啊，侧锋从里往外画也行。这个用笔啊要灵活啊，要灵活。腕子啊绝对不能太过于僵硬了。这个叶子它也要注意，就是有密有疏，有的呢是注意一下层次，画完前头以后紧挨着画后面的。然后加点水，这也是笔尖上求变化啊。加水以后，你看这画完以后尖上浅。啊，这个地方是次要的叶子啊，这是主要的叶子。在主要的部分，花儿要浓，要艳，叶子颜色也要深。在次要的部分，叶子要减弱，要不然满篇都是一样的，那叫平均对待。一平均对待，没有重点了，啊，没有实，没有虚，一幅画啊就死板了。啊，这样的话呢，你看这个有深有浅。把它搁这儿。我在前几次课用颜色去画叶子的时候说过，画完以后勾筋可以紧接着就勾，因为啊它这个颜色的颗粒比较粗，比较厚，你当时勾的话呢，它不至于阴得很厉害。现在墨不是这样，墨点完了以后稍微的等一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什么呢？可以把时间给它岔开，啊。现在有2组花了，啊，我还想啊，再为了丰富，我再添一添。还有刚才那个浅的颜色。刚才这个盘呢是朱砂，是曙红，现在我再
挤里面一点儿朱标，朱标的颜色比朱砂就浅了。现在是朱标，颜色不要太多，刮一刮，还可以加点水，别太厚，淡淡的啊。尖上呢就不要数红了，有点朱砂，够了。我在有些地方，你比如说我这儿，我觉得这儿齐了。那好，我在这儿啊，添个花，它立刻参差不齐。但是这个颜色呢，它比这个朱砂的要浅1度，浅1度。我这儿可以点上，让人们去感觉吧。啊，它是后面的花啊，后面的花也可能画的不是很具体，这样呢，它就显得丰富了。我把它放开。那个后面的花啊，勾不勾那个花筋都没关系，啊，不勾没关系。我现在补充点这个花骨朵，给它破一破啊，这儿就拿这个颜色去勾就完了啊。这是写意的一种手法。下面呢，就是看这张画，是这么个气势，这点儿和这点儿有点空。我们复习一下，前几次课呀，给大家讲了小鸡的画法，今天咱们再复习复习吧。先调中等墨色，准备出一支小笔，这点儿搁上浓墨备用，把它放这儿啊。笔尖上调点浓的，这个鸡呀，回头控制水分。好，这个3只小鸡出来了啊。这边呢，可以再画1只。这只小鸡是回头的。3指在前向前，1指向后，这个脚抬起来，两脚全都着地，眼睛要靠近嘴，在这个墨里面去点眼睛。有的同志说了，说这个看不清楚，我不点了，行不行？不行，啊，还要点上，因为刚才那是啊，毕竟是中等墨色，我们现在用的是浓墨，一时看得不太清楚，但是呢，脱表完了以后，隐隐约约的还是能够看到的，啊，这个步骤是不能少的，啊，现在看起来呀，这边慢慢的是变干了，我们啊。用这支毛笔先点一下，把花蕊画画啊。这花蕊啊，这样啊，雌蕊出来了啊，这个雄蕊在这儿，雌蕊出来了。用浓墨去点啊，让它突出，变化着，这都是情。远处那个。要点的话，不能拿这个浓墨点了。如果拿浓墨点呢，就跳了。那怎么办呢？把笔洗一洗，别洗得特别干净。啊，有点那意思就行了。那个花那个筋，咱们都不画了啊，有点的意思。看出是花儿，有点蕊，可以了。下面呢？我们来勾一下叶筋，我先把这个淡的叶子给画了，
啊，淡的。然后我再调浓的，有一个规律，那就是浓的叶子勾筋要浓，淡的叶子要随着它减弱。是吧？只要这个叶筋呢比叶子深1度，看出就行了。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淡的叶子勾浓叶筋，啊，那个叶筋在里面跳两个根本就不和谐，要减弱，统一的都减弱。在这些茎上啊，适当的点一点啊，老的茎上点一点，点一点以后让它感觉到粗糙，它是多年生的一种藤本植物。好，我们把这放下啊，小鸡还没有完，用一个小笔挑浓的朱砂色，您看这个有点像油漆，特别厚，点在脑门上，它把墨盖住了。好，这张画啊，上面是后款处。这张画我们提的时候，我上一讲就说了，千万不要画什么直接把它的名儿提上。这张画的题目叫《新枝》。小鸡看到了，在花园里面，哎呀，这花开了啊，非常新奇。大家一边看一边欣赏，一边议论。这刚才为什么把它画成回头了呢？回头说话呢，他呢，听见他们说话了，回头的一刹那，咱们给它画下来了，这题目是《新枝》，这个题目的字要略大一点让它突出。这是题目。盖章的时候，下面最好放一个皮垫儿。这个皮垫儿它比较柔软，它又比较平。如果在毡子上盖太软了，太软以后这印面容易弄得就是线头太粗。看好了，正好，1、2，这是第3个字，等于是好，行气要保持，上下左右。这些动作大家应该是养成习惯。这张画呢是基本上完成，我们完成了以后呢，应该好好的看一看这张画有哪些还不足的地方。一般作画的时候有这么样一规律，就是大胆落墨，细心收拾。最开始可以顾虑少一点，越往后应该是越慎重，是吧？我们收拾的时候，从这个空白之处去检查，同时呢，从色调上去检查，从笔墨上去检查。这张画我画完以后，也都盖完章了，我感觉到就是暖色太多，暖色太多。
那怎么办呢？应该里面有一点儿冷色。我现在调一点花青色，花青，加一点藤黄，这是淡草绿。我把叶子照一下，注意这个绿啊，千万不要特别的深啊，不要把墨的叶子给盖住，盖住以后呢，它就墨失去光彩了，啊，淡淡的啊，照一下。照的时候呢，它比原来的这个叶子，要大出来。把这些枝干也给它走一下啊。这些小枝也拿淡草绿走一走，显得更柔和了。这儿走一下，老的枝干不必走了，小的细枝条要走。有些空白之处，给它堵一堵，显得呀叶子就比较多了。我再用淡淡的草绿，水分要大，在下面点一点。这是写意的手法，您感觉到是草地或者是地面吧，这个空白也可以适当的堵一堵了，啊，让它感觉到丰富，有东西了。把这个鸡这角这儿也给弄一下，这样给它联系在一起了。这样这张画啊就最后完成了。啊，刚才我讲到就说，缺少点这个冷的东西啊，也不要特别冷，也不要特别的强烈啊，让它淡淡的、虚虚的，注意水分。水分大一点。这张画呢，虽然有暖东西，暖的色调很多，是以它为主，但是这个冷色调是相辅的。这张画看起来呢就舒服多了，啊，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凌霄花的画法，同时我们把小鸡又复习了一下，啊，在这张画里面强调的是情节，啊，强调的是意境。咱们提的是新枝，啊，让大家感觉到啊，这个早上起来了啊，这个小鸡看到新枝以后的这种愉悦的这种心情，我想同学们，看了以后呢也很高兴，回去以后啊，抓紧时间趁热打铁，好好的练一下。我们以后有机会呢再给同学们看作业。好，今天的讲课就到这儿，观众朋友们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前两讲里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了藤萝花和凌霄花的画法。徐湛，中国花鸟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曾师从于李苦禅、郭卫渠和欧阳中石等大师，专攻写意花鸟画。藤萝花里面呢，又分银藤和紫藤以及蓝藤。这个藤萝花啊和凌霄花实际上是属于一类的，因为它是多年生的藤本植物。多年生呢，它的枝干它就比较坚硬，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一类啊。这个类叫什么呢？叫木本质的藤本植物。我们在画这两类植物的时候啊，我们要求同存异。今天呢，我再给大家介绍另一种藤本植物的画法，也就是我们经常见的牵牛。一提起牵牛呢，大家都了解，就是喇叭花，啊，这个花很大，啊，比这个凌霄啊，花还大，也是筒状的，
啊，像个喇叭似的。这个花呢，我们在画它的时候，我现在呀讲一讲，就是说它的结构，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下面给大家做个示范，我们先拿墨来把它的形态结构。刚才说了，这个牵牛花啊是筒状的，啊，花瓣呢它是一个圆筒，啊，这个圆筒啊它是有透视变化的，啊，比如说正对着我们的时候，它是比较圆，啊，我们可以稍微的画一点它这个筒，啊，下面是它这个花蒂，啊，它这里面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还有点颜色上这个变化啊，有变化，好像中间有一个5个这个花瓣啊有所区别，这个花瓣的边儿，实际上呢，它也是等于是5瓣，但是这个瓣是连在一起的，是这样的啊。外面那就不是说特别圆，它应该稍有弧度，稍有弧度，是这样的。中间有一个花蕊，这个花蕊是一个蕊柱，我们就点一个点儿就可以了。这是比较正的花儿。我们在一幅画当中啊，不可能全画成这种样子，啊，应该有所变化，也就是在角度上有变化。你比如说再侧一点，侧，它是这样的，那这时候呢筒就看得比较清楚了。这里面呢还是有它中间浅的，啊，这花瓣与花瓣之间的这个间隔还是有的，然后这个蕊柱露出一点来。这两个呢在方向上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再转过去一点，又转过去了。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啊，不是说它宽度有变化，仅仅是口。你比如说，我给你做个比方，这是个喇叭花，您正面看的时候是正圆的，如果侧着看，它越来越窄。您看啊，宽度没变。再平一些以后，它就成一条线了，再平就成一条线了。但是左右宽度不变，啊，再转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呢，它是筒在这儿，花是这样的，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在画它的时候呢，先要了解一下它透视变化的这种样子，啊，左右不变，口在变，啊，这是花儿。花骨朵也叫花蕾，在花儿啊还没有开的时候，它花蕾是这种形状的，是一个圆柱，它这花瓣啊自己卷起来了，像个小火苗似的，这样一个柱。这个柱呢，可大可小，可大可小。那这个大根的要快开了，提前开；小根的呢，逐渐在长大。它是这么一个规律啊。我们在画一枝的时候，往往是给它串在一起。串在一起啊，靠上的先开，靠尖儿的呢是后开，是这样一种规律啊。叶子呢，它是掌状3裂，中间的一出比较大，两边的比较小。啊，这近处的看的，还稍微宽一点，那远处的呢，远端的就更窄了。啊，这个掌状3裂，这个掌是这个啊。手掌，为什么叫手掌？这个掌，您看有个掌心，有个掌心，所以这个叶子呀，绝对不能说我这儿一片儿，然后这儿一片儿，在那儿一片儿，啊，只有手指没有掌心，这是不对的。3个叶片要联系在一起，这叫掌状，形状的状。我们在画它的时候，我刚才是勾的，如果拿毛笔去画，是这样的。先调点淡墨，逐渐的加深一点啊。大家在画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墨不要一下子调得过分了，啊，在墨盒里头把整个笔都下去以后，再拿上来一看过了，啊，要强调一下，
在用笔这方面啊，它这个水分和墨色的逐渐变化，这个毛笔啊，我们画叶子一般用中等大小的毛笔，要不然的话叶片就小了，千万不要拿小笔去凑合，这是那个京华毛笔厂啊，他们生产这种毛笔还是比较好用的啊。你看它是调完了以后，它这个尖儿还是挺尖的。我现在临画了，在笔尖前面又蘸了点墨，您看啊，侧锋中间这片叶子大，我可以2笔出来，1笔呢变化太少了，然后这近处这个出这叫一出，要小一点，它服从于主要的。远处这一出呢，就可以1笔，这样有透视。初学的同学呢，往往是把它画太正了，太正就是你画左右都没有区别，也就是这样的太正。我给您做的示范啊，这2笔没太大区别，就是这边和这边都一样大。这要想让叶子侧过去，那就得近大远小，近宽远窄，这样才能侧得过去。有的时候这叶子呀是这样的近处的这个呢翻过来了，它比较浅，是这样的。远处这个呢是比较深一点，这样一衬托这叶子呢有些翻转，这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情况一般来说，我们画正的、画侧的，再翻转一点，这个也就差不多了这里面呢，除了叶子的方向以外，大家还要注意，就是叶子跟叶子它要有一个层次关系。这个层次关系呢，就是有前头的，还得有后头的。后头的被前面的遮住一部分，所以不要画全了。初学者往往是就是单摆浮搁，把它画得特别全。你看我这个叶子如果我后面再添，画不全，露出一部分来，这就对了初学者往往就是说怕给它往一块凑其实没关系，在墨色上只要有区别，就是凑在一起，它不会说糊涂一片，绝对不会的。这用笔上我们也可以就是由外向里，这都也没关系用笔要果断，不要优柔寡断，在那儿描来描去，蹭来蹭去。写一画嘛，以抒情为主你抒情了，你这张画画的就果断一些，利索一些，别人看着也痛快所以呢，大家平时要多练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看着白纸不知道怎么下笔，我建议大家拿那个废画去画这样的话呢，一点顾虑没有，你就练吧各式各样的叶子，各种这个就说墨色不同的一些变化，搞层次搞形态练好了以后，您在白纸上画，这没问题了因为您的思路已经开阔了就不拘谨了这个呢是刚才讲了这个掌状3裂可是牵牛花的一个特征往后这几集呢，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就是掌状5裂的，像葡萄还有像葫芦等等这些丝瓜掌状5裂，在这里面可千万不要混，你把牵牛花画成5裂了，把葡萄画成3裂了，那是大错所以结构是根据，然后抒情是我们的目的下面呢，我再给大家介绍其中一种，就是牵牛花的画法。刚才给大家讲了牵牛花的形态与结构和注意事项，今天呢，先给大家讲其中一种。大家都知道齐白石老先生牵牛花画得非常好比如说这张画，齐老先生这张作品呢，除了牵牛以外，还添了一个蜻蜓表现出这个早晨有晨露这种感觉齐老先生这种画牵牛的方法实际上我给他总结了一下，就是
侧锋切入法。侧锋就是把毛笔啊要侧着放，啊，怎么切入？您看我给您边讲边画。今天呢，我们用的颜色是2种，一种是曙红，一种是胭脂。现在呢，我把它挤在盘上。初学者要注意啊，挤颜色的时候不要一下就挤到中间，中间是调色用的，旁边呢是存色用的，两个颜色给它躲开一点啊。在调的时候呢，我们是边用边调，不要一下子弄好多水在里面啊。把这个毛笔，我们现在用的是大白云或者是大蓝竹。现在呢，我把笔润湿以后，调曙红。开始调的时候呢，是浅一点，水分不要太大，随时控制水分，在盘子边刮一刮。这是笔根儿啊，笔根儿。现在要调笔肚了，这笔立起来一点啊，再调点曙红，根儿不要再就是倒下去了啊。浓一点的曙红，这临化了，我再来一点胭脂。这个注意这笔啊，调的时候手要捻管，让它360度全都调上。有些同学就一面调，到用的时候那边没有，那是不行的。怎么叫侧锋切入？您看啊，我现在在这画一个，现在是侧锋啊，倒着。我现在啊，就等于是就这种下去，往里一来。下去一走，下去一走，在这种画法啊，在用笔的时候注意，侧锋切入的时候是实，走的时候是虚，也就是边行边提出现飞白，啊，这3笔或者是4笔，要考虑到有一个圆心，可千万不要说并排着往下走，并排着往下走，这花儿啊就不圆了。啊，它是圆的，所以呢，圆心在中间啊。我现在是这样啊，从这儿到这儿，给它勾一条线。这条线注意勾的时候呢，是下笔的时候比较窄，中间稍宽，然后边行边提，就是边画由粗到变细，越来越窄过去了，啊，这样呢是一种画法。有的同志啊是这样画。先画近处这个边儿，这都可以啊。这是中间的圆心，啊，这条线中间是这儿啊。下面几笔都朝着圆心走，这儿啊，朝着圆心走，朝着圆心，这样转过来了，正好一个花画出来了，啊。您是先画哪儿后画哪儿，这是次要问题，啊。但是要注意这个边儿要形成一个椭圆儿，啊，近处的花瓣连在一起，不必再给它分成几笔了，啊，远端的花瓣呢，要让它有中间那个白的那个，刚才说了，它那个瓣与瓣之间的那个痕迹，啊，浅的，所以呢，我们是分成几笔来表现它，啊，如果说比较正的。5笔6笔都行啊，这个没关系，啊，中间这个心儿一定要让它显得虚一点就好了，啊。你看我这儿再画一个啊，我再说一下刚才那方法是一个圆弧，尖上一定要稍微深一点啊，看好了，心里看好这个中间的心儿在哪儿呢，然后这么走，往心上走啊，哎。然后都对着心儿，它就圆了，啊，外边为什么要让您切入呢？啊，有一个道理，我再拿另外一个小纸给您弄一下啊，这么弄，弄完了以后啊，外边不齐，我们不是要求特别齐，但是呢，起码不能说画完以后像这个手似的，这样参差不齐啊，这样就太不好了，啊。基本上是
圆的，但是呢，毕竟是几笔画出来的，它稍有一点小缺口，这就好了。在这张画上看看啊，平齐了，平齐以后没关系，咱们再想办法给它破一破啊。我准备在这儿啊，再画个花儿。这个花儿呢是被挡住一部分，我说过了啊，就是花儿不要都打开，也就是说啊，躲得远远的，不要这样去做。我们画的时候呢，花儿也要找一下层次，这样这朵花儿被挡住一部分，它连接起来就说层次上啊，它就更好一些了。啊，下面调一点水，把它调成淡的曙红。这花筒啊，绝对不能和花瓣去夺颜色。画花筒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啊是淡墨啊是往下一画，就这样啊，可以。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啊，两笔给它画出来，这都可以。两笔画出来，尖儿上调一点深的。注意花蕾这个尖儿啊，别画太尖了，画太尖了不好。好，这是啊，把花儿和这个花蕾画出来了。画出来以后，我改用一个小笔，画花蒂，拿墨画啊，不要拿绿颜色画。有人管它叫花托儿，这么画啊，这几笔往下一坐。开始落笔的时候呢是尖儿，然后往下一坐呢就稍微宽一点儿，啊，往里坐，这样的话都往里，它就把这个三笔啊就合二为一了。它的花蕾出来的时候，它可以平着走，但不要向下。花儿一开要向上。在向上的前提之下，有的是朝左上、朝右上，小有区别，总趋势是往上走，啊，然后呢，角度上也各有不同。在中间点一个蕊柱，下面呢就是我还是拿这支毛笔啊，要把这个花枝串一下。画花枝注意什么呢？这个毛笔可以稍微的硬一点。画出来的线条要有力量，啊！我现在用的是雀跃东枝，啊，画麻雀那个脚啊、嘴呀、都可以用它，啊，画小的花茎的时候也可以用它。用浓墨去画它，啊，还有一点在位置上，不要直截了当的去找着花儿，啊，直截了当找花儿没有什么动态变化，啊，你比如说，这花儿在这个，在这儿呢啊！如果直接这么去画不好，我们现在应该是有一个弧线去找它啊。画它应该像写草书，不必交代的很清楚，要画的概括。如果画的太具体了，倒不一定好。哎，把它这个花啊都给它牵住啊，可以多画几个都没关系。我们可以适当的添一些叶子。这个叶子啊要注意，基本上要躲花儿，因为花儿要突出。我现在用刚才那只中等大小的提斗，加点水，调一调，调成中等墨色啊，然后尖儿上调一点浓墨。在这儿啊，这是中间这一出，然后近端的、远端的，你看我下笔以后啊，这个墨色有浓有淡，我现在再找一下它的层次，这点啊露出一点儿。刚才我画的是中等墨色，现在画的稍微浓一点，这一挤出来了。我再调点水，不多蘸墨了啊。我在这儿啊画点
虚的啊，这一挤一衬托，好，它就这个前后层次就出来了。这张画啊，也不见得说是画印儿画很多，以这个舒服，就是说感觉到合适了就好了。这些地方啊，还可以添一点特别小的小印儿，来陪伴一下这个花儿。下面呢，就是还要补充它的茎。最开始我就讲了，它的茎属于是草本质的藤本，因此它在一年生里面不可能说长得特别粗壮，这样呢，我们就在画一些虽然说是不太粗，但是还要有力量。这里面有些如果有一些平行东西，我们想办法把它破一破。注意露出来的这些要见笔。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一下啊，叶子不要多，藤要适当的多一点，这样呢，它有一个来龙去脉见笔了，这幅画呢，它就显得呀有力量，这幅画的气是从这儿下来的。下来以后往这儿拐过来，这是主体的一条线，这是一个分支，这是主线，这是辅线。主线往往是它的主题。下面呢，我再换一支笔。我换这支笔啊，叫做富贵如云。一般画花头时候用的，我用一点淡墨，调好淡墨以后，在笔垫上我们要稍微吸一吸要干一点，尖上再补充一点。四笔，下面我再换这个小笔，小笔啊，我蘸点胭脂，蘸点刚才的曙红，也可以在里面稍微加一点朱砂。这个我为省事儿呢，我就拿这个曙红和胭脂调在一起了小笔。实际上我补它的时候，我等叶子干。这叶子呀，如果太湿，马上就勾叶筋是不好的。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蜻蜓，它的头上有两个特别大的复眼，这儿露出一点它的背身子是一段一段的走，有点力量这儿一个纹儿，这有一个纹儿，这叫翅斑，翅膀上的一个斑它的几个小腿儿在飞的时候拢在一起往前走往前去飞不必考虑它一共有多少条腿儿，因为在飞的时候呢很虚，而且是被翅膀挡住一部分所以有这个意思就可以了这样呢，就是说这个气势下来以后往上，然后蜻蜓朝着它去飞，整个气势是灌在一起了最后呢，在叶子咱们随时的摸一摸，在潮干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干，也不要特别湿，潮干，也就是将干的时候快干的时候去勾筋，有个主叶筋，然后有小叶筋。我上次讲到了勾叶筋，不是说把这个整个小叶筋跟主叶筋都连在一起，
要潇洒一点，像写小字儿，大小的小。意思到了就完了啊。写意画嘛，是抒情为目的的啊。小印儿有的就稍微提一提就完了。这幅画呢，整体的这个东西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啊，把刚才画花的笔稍微的涮一涮，然后调很淡的曙红，水分不要太大，刮一刮。然后尖上呢也是来一点胭脂啊。一看就是浅花啊，浅花，浅骨朵，这样有点层次。丰富一点啊。其他的一些露不出来了，也就可以不必画。这个提款啊，如果在这儿提，两个容易显得对称，所以我呢还是在这边吧。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整个它的气呢是有一个呼应的一个关系，啊，这样的是比较完整。同学们，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用侧锋切入法画牵牛花的方法，这样呢，您可能啊对齐白石老先生怎么去画这个花呢，也有了一些了解，大家一定都很喜欢，希望您认真去练。今天的课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同学们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上一讲，我给您介绍了牵牛花的一种画法，这叫侧锋切入法。徐湛，中国花鸟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曾师从于李苦禅、郭卫渠和欧阳中石等大师，专攻写意花鸟画。这个侧锋切入法呢，就是一定要开始的时候要侧下去，然后切下去。再走，千万不要在那儿一揉，这一揉呢，它这个中间起一个鼓肚，是吧？这样呢就是比较直着下去，往心儿里走啊，再直着下去，再往心儿里走。脑子里头啊一定要有一个中心一个概念。这两种画法，一个是先画远端，另外一个呢是先画近端，都没关系，只要两个口能够合在一起就行了。在上一讲啊，我还给您介绍了牵牛花的这种透视变化。这花啊，咱们拿盘子做了一个比喻，是吧？可以画正面的，也可以画稍侧，也可以画再平一些的。这样呢，就是在画面上这个花的方向要多变，啊，但是它的左右距离基本上都是相近的，不能说在一幅画上啊，有的花特别大，有的花特别小，它不是那种变化。它的变化只是方向上的一种变化。上一讲啊，我还给您介绍了一下，它的叶子是掌状三裂，掌是手掌的掌，中间一定要有掌，然后呢有三出，也叫三裂，中间的一出是最宽大、最长，两侧的是比中间的要短一些。这样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呢，抓住中间的，然后再找两侧的，在两侧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近端的稍大稍宽，远端的稍小稍窄，这样透视变化就出来了。
这几笔呢，在掌那儿一定要连上，啊，不然的话呢，它就太碎了。然后再注意呢，就是一个一个叶子之间的一个对比关系。我们在中国画里面的管这个叫大对比、小变化。什么叫大对比呢？一个叶子和另外一个叶子之间的对比，总的来说，有的是中等墨色，有的是浓的，或者是淡的，这是大对比。但是在本身这一个叶子里面，笔尖、笔肚、笔根儿要有一些变化，不能是调匀了再画，那出来是平的，是吧？我们追求这个变化是小的变化，所以呢，这个词儿大家要记住：大对比，小变化。同时呢，我在上一讲还特别强调了，就是叶子不要画太多，相对集中，然后露出枝条。这个枝条如果没有，这张画气韵上、气势上就差多了。所以呢，我们还要总结出来，就是花儿要集中，叶子要集中，然后叶子呢有密有疏，还要露枝。这个枝条呢也相对集中，啊，总体来讲就是4个字啊，相对集中。今天我呢在这节课首先要再强调一个，就是画花儿一定要注意水分和颜色浓度的这个变化，啊，在水分上来说，水大一点就润，水分少呢颜色就浓，啊，这个规律大家要掌握，啊，我们通过今天这课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教大家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侧锋滚笔式来画铅球花。您看这个色儿个儿大了啊，这是广告色，这叫古蓝，一个金字边一个古代的古，古蓝，广告色颜色很厚啊。另外还有几支都是国画色。首先跟您说一下这个太青蓝，还有曙红，这2个颜色一会儿好配在一起啊。其他的呢有胭脂，有花青，同时还有三青。今天的颜色比上次丰富多了。您根据顺序啊，我先把太青蓝挤出一点来，不要多。然后曙红，再有一点胭脂。这2个颜色看起来好像接近，实际上是有深浅的区别。还有花青，再来点三青，这颜色太多太丰富了啊！我们用的毛笔呢，一定要用一支干净的中等提斗笔，啊，这个提斗笔啊要瘦型的，可不要那种短粗的，啊，短粗有短粗的用处。今天用的是比较瘦长的。有尖儿的啊，我现在啊把它润湿。以后同学们记住啊，画花儿的笔是专用，千万不要拿它去蘸墨画叶子。如果说墨渍在里面以后，将来您再画花儿，慢慢叶子里面花儿里面呢，它出现这黑的啊，它就不好了啊。我现在润湿以后，先调太青蓝，您看这颜色很鲜艳啊，注意少调。来点曙红，这是一个非常淡的紫颜色。紫颜色调出来以后，这个笔啊要转360度，在这转，让它都沾上这个颜色啊。调到笔根儿，您记住啊，现在笔握下去了，握在盘子上，这就到笔根了。好，在这儿刮一刮，您看这个颜色啊，特别润。为什么要使太青蓝呢？太青蓝颜色特别细，啊，出来的也比较鲜艳。下面呢，我用另外一支毛笔，我把这几种颜色调一调看一看啊，加点三青。这三青啊，它的深度不够，再借点花青。您看，我现在调出来的是紫颜色，我是借助另外一支笔去调了啊。好，调好以后，
把这个放在这儿。那个笔啊，它的任务就是调色用。现在我用刚才调好淡紫色的笔去调刚才调出来的紫颜色，注意笔要转着走，转着走，让它360度啊。调完以后，看看水分如果太大，刮一刮。然后我再挤出点古蓝，搁在这儿啊。这古蓝呢是广告色，颗粒很粗。我现在用这支笔的尖儿去调古蓝，转着啊，360度，得调一调，要不然的话它有一个棱儿。这样一调呢，它就棱儿没有了，比较柔和。您看，我现在笔啊调好了，最尖上是古蓝，然后呢紫色，中等紫色，根儿上是淡淡的紫色，还没有完。我必须用一支很干净的大白云，我清水，看着啊，我调在根儿上，这笔转弯儿，转弯儿，转弯儿，360度转，转了以后，您再看啊，我现在这么拿笔啊，可不像这个以前那样拿笔了啊，我这样拿笔。两个手，这手帮忙，过来再调点古蓝，把口一封，哎，出来了。啊，为什么用广告色？我得跟您讲这个道理。广告色的颗粒粗重，我这个笔里头啊，除了润润的颜色以外，后来还在根儿上，笔根儿上，就这个地方啊，调了清水。这里面水分可特别大，广告色就好像筑起一道墙一样，在四周围一筑，水呀再大出不去了，全在里面。啊，如果不用广告色，用普通的国画色，可能呢这水就要撞出去了。撞出去以后呢，这个花儿可能就变样了就。啊，我现在再画两头补色，怎么叫两头补？笔尖上补古蓝，笔根上补清水，中间的紫颜色基本上够用。看看啊，侧锋侧着啊，哎，这笔根儿、笔尖儿都得用上啊。这么走，然后这儿必须补充啊，因为这个清水这儿啊，水分最大，你要不给它堵上，那是不行的。啊，这两个花儿在弧度上有变化呀，啊，这个宽。那个窄，啊，有变化。好，你要是想再画，咱们再两头调，补清水，这笔一转啊，360度，这两个近了啊，我再来一个远的。左手帮忙。再调，这等于搬来大石头堵水的。三个有密有疏，让它稍微的显得错落一点。行了，我现在啊把这个涮一涮，涮一涮以后，用刚才的特别淡的紫色，水分不要太大啊。好，我再调这个润的紫色。水分不要太大，随时刮一刮。尖上啊来点水分不大的这个紫颜色啊，也还可以再加点纯的色儿，加一点，行了。我现在呢把这个花筒两笔给画下来啊，尖上再补点紫的，我再画。注意这个尖儿，别太尖，太尖了以后不好看。
有大有小，方向上有变化，有疏密，啊，这里面呢，如果愿意，让它破一破也可以啊，我在这儿啊也可以破一破，有疏密，随时补充尖儿上的颜色啊，用墨去画它的花枝。我以前画画啊，这个墨都是要从头到尾去研啊。后来呢，就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墨汁啊，不用研了，颜色上啊它是有变化，而且画完以后不灰，还是比较好的。现在呢，把花托给画画啊，跟上次所画的方法是一样的。花儿是主体，我们画它的时候颜色可以鲜艳，啊，其他的呢颜色就不要太鲜艳了啊，不然的话呢它就互相夺了，啊，我不主张您画花儿用鲜艳的颜色，然后呢再用绿颜色去画叶子，这样呢就是说啊，不稳重，不厚重，啊，如果拿墨去画它，我觉得很好啊。下面画它的花枝。上次说了，不要直截了当去穿它，啊，有点弧度。像写草书一样，把它串在一起，把它牵住啊，牵住。这里面的穿插都是比较含蓄的。啊，不一定说交代的很清楚，但让人感觉到给它串在一起就行了，这样显得倒多一点。啊，这个花儿往上去，啊，花蕾实际上是一种陪衬，这么个关系。啊，下面呢，咱们画叶子，画叶子的方法和上次基本上是一样的。现在调墨，一点点调，调成淡墨。刮一刮，这个淡墨呢是调到了笔根儿，笔根儿不要清水，这个清水如果画完了以后上去，湿的时候有东西，干了以后没东西，它等于那个边儿啊是没有什么轮廓的啊。淡墨好啊，然后我再加一点，再调调，转着啊，这成了中等墨色，刮一刮啊。我现在叫临画了，啊。我来点深的，我少调，保持墨汁的这个黑，啊，我现在呀在这儿啊，侧锋画下去，您看笔尖儿一直到笔根儿都有颜色，而且是有变化的，啊，我在近端，我哪边是近端，我可以把这边叫近端，远处这边叫远端，窄一点，这叶子呢就侧过去了。这是一个叶子，这个叶子您画深点没关系，后面画浅的。这叶子如果画浅了也没关系，后面画深的。总之，这个层次呢是在变化中求层次。因此啊，您画的时候心里有底了，画浅了没关系，啊，画深了没关系，啊，我们靠的是因势利导，啊。您千万不要这样啊！就有些初学者这样，一看，哎呀，浅了怎么办呢？我再描描，再来一遍吧，那个效果肯定不好。写一会儿要利索呀，啊，要爽快，要果断。所以您心里有底，咱们有的是方法去弥补它，就可以了。像这个啊，画完以后，我感觉还应该再深点儿。那好，我再调，我再来点深的，浓墨，我在这啊。叶子方向上有变化，这儿露出一些，用它去挤前面的，行了，啊，这个层次也出来了，墨色也变化了，啊，我再加点水，我在这儿画一个，现在呢就是集中了，集中了，啊，这儿好像还不够，那您再来一个
再粗一点，这叶可以稍微小点。喇叭花不要有太大太小的变化，略有点变化没关系。叶子可以有变化，啊，我把这笔啊收拾一下，你看，刚才侧锋的时候无所谓，它劈开都没关系。现在我要画藤了，我把它收拾一下，水分也不要太大，像写字一样啊，那么去处理它。注意来龙去脉，这样啊，走，中锋，这么出来，啊，这里面呢多一些线条吧，啊，多一些。这是中锋用笔，啊，叶子呢是侧锋用笔，侧锋用笔表现的是它的叶片宽大，而且墨色的变化；中锋用笔表现的是笔的力度。如果你太侧了以后成片片了，现在立起来一看，这个径它是圆的，就跟这笔杆似的，是圆的，是吧？这样从质感上、从感觉上来说，有对比、有变化，啊。这花这部分呢，我们再补一点小叶儿，基本上啊，整体就出来了。您还记得上次我给您讲的啊，花儿相对集中，叶子相对集中，分组，然后呢，藤相对集中，啊，叶子呀是有密。有疏有漏枝，这个地方有些初学者就想，哎呀，控制不好，我添叶吧，这一添反而倒坏了，啊，没有节奏感了。这是重音，然后轻音，再稍重的音，这就是节奏上的一些变化。这个花儿也是啊，这是主体的花儿。那好了，我现在再把它呀涮一涮，涮一涮，我还是调刚才那个很淡的紫色。很淡啊，比刚才这个花儿要淡它1度吧，然后再调点儿中等的这种紫色，尖上啊也来一点儿古蓝。总体来说不要那么多啊。侧锋这么拿着笔，啊，侧锋滚笔，我这个呢没往那个根上加水，已经很淡了啊。已经很淡了，我尖上我再补充一点。注意次要东西一定不能和主要东西完全一样，要是一样就夺了。这儿来点骨头，也叫花蕾，这是藏着的啊。这点呢，如果画花儿，显得占的面积太大了，那您也可以就是画花蕾，意思意思啊，它不是很深的。您看这个墨也是挺淡的啊。如果它浓了，它可能会夺，它突然间那儿出现一个特别浓的，就不好了，啊，这样一看呢，这个花儿比较多。您记住啊，就是写一花鸟画，还一点就是啊，这一张画上画了多少朵花啊？最好是别让人数出来。如果没有这个虚的啊，一看3朵开的，再一数有几个花蕾，数出来了，这不好。这样呢，这个花儿人就感觉到说不单。啊，这个花儿啊，我们在点花心儿、花蕊的时候啊，也可以用上次点那个方法啊，拿墨一点。但是今天呢，我再给您教一种啊，是另外拿颜色去点。这个颜色啊，就是藤黄和朱砂。我现在把它挤在这儿啊，藤黄。朱砂，用一支最小的这个毛笔，把它润湿，水分给它吸过去以后，吸出去啊。现在调藤黄，调到笔根儿，转着啊，转着笔调，很浓。调好以后，我在尖儿上。用尖儿调朱砂，
这个笔啊，还是侧锋啊，对着外头，对外头，这筒这么下，哎，往下一点。如果说不小心点到花瓣上了，拿手一蹭，啊，尖上再补充一点啊，这么点，一点一蹭，啊，没点外头也就可以了。在这个紫色的花里面呢，这个颜色是比较鲜艳的，它这花心啊比较突出啊，比较好看。我现在呢都是为了等它呢啊，等它呢。墨画的叶子勾筋稍微晚一点儿。我在前期讲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拿颜色画叶子，我说了，勾筋及时点没关系，因为它颗粒粗。这个啊，等一等它。等完了以后，我们看看啊，这点咱们根据空去添东西。您记得在那次课上，我画了风，我现在还可以画风。看好了啊，我准备画一对儿。两个要错落，好，我在这儿把它的胸部画出来。这个颜色呀是刚才盘里现成的藤黄、朱砂，就是这个颜色，我给调在一起了。那个不是调在一起，现在调一起啊。我把这个笔啊给涮一涮，这笔比较小，让它画身子啊还是比较合适的。好，调浓墨，水分不要大，在笔垫上要稀，千万不要让它阴了啊。刚才那是胸部，现在画头啊，哎，头小，其实呢，胸啊，有人理解成是头都没关系啊。好，把这部分画完以后。用一个大白云调淡墨，水分刮一刮，刮一刮。画翅膀，它这两侧的翅膀，咱们掌握这个总的原则啊，近大、圆小，要一边大就翻过来了啊，啊，有大有小有透视就对了。然后笔尖上稍微调一点比刚才那个深一点的墨，在根儿上，哎点一下，衬湿啊，衬湿，它自然的就印在翅膀上了。一点行了，长得很结实。再拿刚才的毛笔，后面露出两腿儿，前头有俩啊，其他的腿儿被盖住了。这个肚子那点呢太白了不好，把这笔稍微涮涮啊。稍微涮涮，它就是淡墨了。然后在刚才那个盘里头找到三青、花青、把这个白给它填上，它就是黑中有点蓝，行了，两个锋足够，现在是比较合适啊。好，咱们调墨。勾筋，这勾筋的时候啊，主叶筋不能在中间啊，主叶筋要在中间，这叶子还是正的。现在侧过去了，主叶筋也要偏向远端，就对了。这几个是稍微的来个主叶筋来一比就可以了。我们这张画基本完成，把款贴上去。这儿由这儿出，这边拉下来了，好，不对称，啊，有变化，这可以了。这样呢，我再盖两个章，行气看好，然后下面倒在左手上，上下左右，慢慢接，
这是一个啊，这可不能大意，这一大意以后，整个一张画毁了，前后左右，都盖到了就行了。牵牛花呢是早晨的花儿，一到中午呢基本上就要谢了，所以这是晨去。花儿有主有辅，叶子相对集中，都是为了陪衬花儿。在花儿的四周围应该留出空白，这说明它是主体的东西，啊，要突出主体，所以在花儿四周围不要紧挨着它画好多叶子，啊，这次啊，我们通过2讲给大家介绍了牵牛花的画法，其中一种方法是侧锋切入法，今天讲的这个呢是侧锋滚笔法，啊，我今天说了啊，特别强调水分的利用，像这张画，根儿上加清水，很饱满了。借助于笔尖上的广告色古蓝，这样的话呢，整个这个花儿它就颜色留在里头，水分留在里面，中间的芯儿要透亮，外边的颜色呢要深，要鲜亮，这样这张画就画好了。今天的课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同学们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上一讲我给您介绍了牵牛花的画法。徐湛，中国花鸟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曾师从于李苦禅、郭卫渠和欧阳中石等大师，专攻写意花鸟画。牵牛花啊，它是一种藤本植物，这种藤本植物呢是1年生的，所以呢，我给您强调了一下，它这是草本式的藤本植物。其实这个1年生的植物啊，还有很多种。像今天呢，我准备通过这一课给您再介绍一下丝瓜的画法。丝瓜呢，这是咱们家常吃的一种菜，和咱们日常生活呀有密切相连。我先介绍一下丝瓜的形态特征。咱们还从叶子开始说起吧。您还记得上一讲我给您说了牵牛花的叶子，牵牛花的叶子呢是掌状，但是呢是3裂。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呀，还是掌状，但是呢不一样了，5裂，这个意思啊，中间一出，2侧还有后面。这是叶筋，我们把叶子叶片画出来。你看这个叶子呀，是丝瓜的叶子，叫掌状，中间是连着的，好像我们的手掌一样。这也叫5出。如果从这儿来看，叫5裂。这是有一定的角度，在画的时候呢，近端宽，远端窄，近端的大，远端的小，这是一种透视变化。上次在讲牵牛花的时候啊，咱们反复强调它叶子要有变化，啊。这个叶子啊，还有一种变化，就是层次上的变化。啊，这边挡住了，可能就露不出来了。这是啊，特别密，一前一后，啊，这是叶子。在藤这方面来说，它和牵牛花基本相似，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呢，这个果实是不一样的。下面呢，我说一下啊，这样。我先在这张画上，咱们画一画。我们画丝瓜的时候用的颜色基本上就这2种啊，一个是花青，一个是藤黄。我现在挤在这儿。
用中等大小的提斗笔，润湿以后，把这两个颜色调在一起。调在一起以后呢是草绿，但是有一点你要了解一下啊，这个草绿如果太黄了，这个瓜要老了啊，所以我们在调的时候呢，用笔尖儿还得有意识的把花青多调一点。我主张大笔画小画，您看啊，我现在在这儿画一个瓜啊。然后回来还可以啊，再添一点都可以。注意中间要留这个白，这个空白，因为丝瓜呀有纵纹，所以呢应该留着白，啊，把它画好以后，我们也可以再多添一添啊，多添一添，小的。然后拿这支毛笔蘸点墨，这个毛笔就小一点了。这个墨呢，水分不要太大，颜色呀，就是墨啊，也不要太过于深了啊，把它勾一下。勾的时候啊，不叫描，描呢是叫按照它的原来的轮廓去走，那叫描。我们是重新勾，可以有出有入。啊，我现在这个线出来了，啊，我这点的线呢，在里面有出有入，非常自然。纵纹，如果不勾啊，显得形象不够突出。您看，在勾的时候啊，要注意，就是在头部，它这点是头，那是尾啊，头这点的线稍微多一点啊，多一点，中间是虚，两边的线稍微实一点，啊，中间的线呢，可以稍微的让它放松一点，千万不要说在什么地方都是就是着重去勾，那样就不好了。这是艺课上的，那好，我们给它练一练就完了，啊，这个瓜呀非常嫩的时候要带花儿。现在呢，我把这个藤黄干净一点啊，那个已经有绿了，干净一点的。我这点啊，再来一点赭石。我用另外一支毛笔，干净的大白云，调藤黄。水分不要过大，然后尖上去调赭石，还是5瓣，让它在形状上啊有点区别。这花本来是黄的，这个浅黄的花，如果不调上一点赭石的话，形象特别不突出。所以加上一点啊，然后呢，它还有纹儿。我们画过凌霄花，它的意思差不多，啊，有点纹儿。点出来，这儿露出一点儿花蕊，这个露不出来了，它自己给盖上了，这就不必再去画它了。这儿呢有一个小的花柄，好，这个花啊是反的，这花是正的。现在咱们把这个丝瓜的果实方法掌握了。这丝瓜有时候带花儿啊，我现在在这儿啊，把花儿特意的画一画。您看这个方法特别像凌霄。5瓣，
注意前后关系。然后弄一点赭石，还是这个毛笔啊。花瓣上头有金纹，金是叶金的金。好，把这画好了，还是这个毛笔，我再调花青，再加点藤黄。这个绿颜色呀，比刚才那个瓜的颜色再绿一点啊。把这花托给画出来，然后它小的花蕾，它是小球球、球状的。画好以后，把这个小球状啊，咱们再给它，拿墨给它勾一下。然后这有一个花茎，这和咱们画凌霄、其实和上一讲所画的那个牵牛花啊，都是非常接近的，啊，像写草书一样这样去画它。最后中间点一个柱状的一个花蕊，这个花儿就是它的花儿，啊，这个花儿。长得再大一些以后呢，它后面呢，它这个子房部分就越来越长，越来越大，就变成了一个瓜，啊，这样呢，咱们分解了，把这个叶子、花儿和瓜都画了，啊，那借这个机会呢，咱们再把这叶子这用笔再说一说啊，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提斗笔调墨。上次我说了啊，先调比较淡的。调到笔根儿，刮一刮，然后我们再逐渐加点墨，这是中等墨色了，调到的笔肚，然后笔尖上再来点重一点的墨啊，浓的。现在侧锋用笔，中间这一出比较宽比较大，先画，它决定了方向了。然后后头的远端的。后头的这个窝特别重要啊！这个窝呢，表现出来这个叶子啊，它往上翘啊。初学啊，有些同学犯一个毛病是这样画啊。我画一个错误的啊，画在这边，它是中间这个不错，然后两边，然后这样垂着啊，逐渐垂下去，这样不精神啊。它下面这个。中间这一出代表了方向，然后左右，然后再往上去，这个很精神，啊，像这样的一个溜肩膀的这不好看，啊，这是错误的。好，我们把这个分解的画完以后呢，大家在创作一张画的时候呢，就看构图怎么安排，然后呢，情趣上怎么去安排。刚才我给您介绍了一下啊，分解的叶子、花儿和瓜基本的画法，啊，下面呢，咱们组织一个小画啊，咱们把以前所学的呢，尽可能的也通过复习，把它组织到画面里面去。好，我先画叶子，先调中等的墨色，然后尖上再调一点浓墨啊。好。掌状五裂，中间要有掌，不要太碎，这是咱们要求的啊。第一个叶子画的比较深，那好，没关系，我加水，我再画第二片叶子。这个叶子啊，稍微的往左边稍微翘一翘，啊，用笔啊一定要果断利索，啊，出来这个墨色啊，应该做到浓淡干湿，啊。初学的同学啊，往往是注意浓淡，没有干湿。这个干笔在里面见精神。如果这个叶子全是湿塌塌的，那样的话呢，就显得太软了，
啊。这个干笔怎么出来的呢？您只要一果断，干笔就出来了，啊，行笔呢也可以稍微的快一点，当然不是说越快越好，是吧？一果断不就快了吗？这个干的在里面，非常好看啊。我换另外一支笔，刚才咱们画瓜已经用到了啊。调草绿，草绿让它偏蓝一点，花青多点。这个瓜呀是嫩的，瓜在这里面呢一定要注意，我这个纸边已经是一个很正的一个长方形，2条竖线，2条水平的横线。这个瓜呀绝对不能说参与这里面的竖线，那就平行了，就好像这意思啊，特别正不好看，应该让它有个弧度。您看啊，我走这个叶子后头，出来以后过来，然后我还可以再重复一下，就是有意识的让它中间要有飞白，啊，回来的时候呢，用笔干啊，应该轻一点，飞白就出来了。这样呢，您看，它是一个弧线和这个纸边它就有变化了啊。我这点陪衬它还可以来一个小的，注意这2个点。下面拿小笔，外轮廓弄好以后，里面虚虚的弄啊，虚虚的，这边略有一点就行了。刚才说了啊，主要是头是实的，用笔果断一点啊，这点给它卡死了啊。好，下面带着花儿，带着花儿的，咱们用藤黄。大白云笔，调藤黄，尖上调一点赭石，这得调一调。要是不调的话，它有一个棱啊。侧锋，这几笔点出来就行了。注意有大有小，啊，它不一样，点出来啊。如果愿意。有一点花儿还可以，这个花儿啊怎么安排呀？看看，5瓣，现在这2个呢是并在一起，没有前后层次关系。我可以在这儿呢故意的弄一个带有层次的，这样把这个几个就弄在一起了啊。挑点赭石，把花瓣上的纹画一画。好了，这边也是画一画。画这个纹的时候啊，不要去等它，没关系，因为在颜色上画，它不会阴的。好，加一点花青，先把它的托画出来。那边看不见了啊，我再来一点小球球，是它那个小骨头。用墨把这个小球球勾一下。这个花托啊，它好几瓣是先并在一起，然后中间的花蕾出来以后，花儿开了，它就裂开了，是这样的，啊，把它串在一块儿啊。串一块儿，中间点一个心儿，
就行了。我现在把这个叶子和花儿和瓜已经安排在这儿了啊。下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藤把它串起来。在上一讲我说过，线条在里面的作用可是太大了啊，太重要了。现在我把它串一下，这两个瓜在这点啊有点平行，没关系，我给它破一破，这样在里面一穿插，这两个平行看不出来了啊。稍微复杂一点啊，别弄得过于单调了，复杂一点，线条多一点，啊，这样好。我们把以前所学的东西复习一下。这是在这个瓜旁下面，我调点中等墨色，我用刚才这个毛笔小毛笔调点浓墨。搁在这盘的边上，中等墨色刮一刮，尖上来一点浓墨，好极了。这一画你就知道了，这是小鸡啊。控制一下水分。也得让它阴一会儿啊，差不多了就别阴了。三个小鸡动态不同，这个是背部的，这是侧着，那个呢是头在前，身子在远处，啊，这样呢我先画好了以后。再看需要不需要再加啊？好，调淡墨，把这个胸、腹、臀、大腿这几个部分画出来，用刚才那个小笔调浓墨的这个笔啊，水分不要太大，墨呀不要蘸得过于饱。小腿往前，指是4指啊，3指在前，1指在后。腿露不出来，不要勉强。这个小腿的动态，如果说往回来，就把重心拖住了。这个小腿呢，可以适当的抬起来。啊，这3个小鸡啊，都看这儿呢，这儿看来是有值得看的东西啊。好，我来点浓的朱砂，用另外一支小笔调浓的朱砂。他眼光看这儿呢，好。既然看这儿，咱们添个东西啊。同时把它的鸡冠子也是用这个颜色画出来，这样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啊。这个笔刷了，这个小笔
用刚才这个也行，咱们用浓墨。啊，这是个瓢虫，这个瓢虫啊，招着手跟小鸡可能还在说话呢啊。好，这个时候可以勾筋了。我们不是盲目的去等它，是先画别的部分，然后回来，最后再勾筋。好。这样呢，筋在叶子里面呢，既要见笔，然后呢，它又要感觉出来有线，这是一个火候，啊，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呢，它就，有的时候啊是纸干了，这叶子干了，这时候您可千万别勾筋，啊，如果勾了筋以后呢，它的筋就浮在表面了，太湿的时候不见笔也不行。那刚才说了，干了以后怎么办呢？您呢拿一块湿的毛巾，潮一点啊，把叶子再给它弄潮了，然后您再勾，就差不多了，啊，这张画呢，画好了，画好以后咱们提款儿。这幅作品呢，比较简练，那我们在字儿上呢可以稍微多提一点啊。绿荫指的是瓜棚之下，鸡戏，鸡的一种游戏啊，在玩儿。这张画的款儿在天空上，在这个空白的地方，给它提了一个比较长的，啊，这是后款处啊。原来咱们讲过，啊，后款处是等待提款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堵上，堵上以后，这个鸡这个天地才显得大，要不然这儿呢太开放了，不堵上，这张构图啊是不完整的。啊，从气的角度来说，这个字写一定要和这边的叶子、藤、瓜等等要贯穿在一起，啊，这个构图才显得完整。要不然的话，有些同学可能说这画完了，画完以后，在这儿提一小块吧，不行，上面太空太碎。这样提上以后呢，虽然说我画面里面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给人感觉上面有很多的叶子和瓜，啊，下面把这个画啊，咱们盖上图章啊。先看是否是正的。
这张画啊，大家看一下啊，写的是绿荫鸡戏，绿荫指的是瓜棚，啊，上面都是绿的啊，小鸡在这儿进行游戏，啊，今天的课我们讲到这儿，同学们再见。